月12，花朝节，城北的花神庙前人山人海。今天是难能可贵的，女子可以正大光明出门游玩的日子，每个人的脸上都笑意盈盈的，唯独刘婉云满脸的不耐烦。好在都不太熟，她也懒得和这些人周旋，便拉了丫鬟四喜往旁边的桃林走去。自从落水病了一场后，小姐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以前知书达理、温柔娴静的小姐，经常说些奇怪的话，做些奇怪的事。今天出门的时候还一脸高兴，说今天定能认识些闺阁好友。可来了后，她又皱着眉头，好像一副谁也瞧不上的神色，也不知道她要结交什么样的闺蜜。两人刚走进桃林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惊呼声：蜜蜂！我的脸！救命啊！这有啥好怕的？吃花蜜的蜜蜂又蛰不死人。没几下，那几个小蜜蜂就被赶走了。四目相对，电光火石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下一秒就往对方身上扑了过去，然后互相捶打对方。你个死人，怎么才出现？你个王八蛋，跑哪儿去了？把个四喜看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人是小姐的朋友？这样子成何体统？旁边突然窜出来一个女的，冲上去就给两人肩上一人一拳，顿时眼睛一亮。你去挣钱，我来花。瞬间二人转变成了三人转，三个人抱头痛哭了起来。看来这就是自家小姐找的闺阁好友。等情绪稳定下来，三人便开始了灵魂拷问。所以我们仨一起穿越了？这不显而易见。别怼，说正事儿。你还叫关小雨吧？我还叫张馨月，我们咋就穿越了呢？还记得我们来之前干嘛啦？元宵节那天。元宵节那天，三人结伴去 KTV 唱歌喝酒，喝得微醺的时候，不知谁提议说找个少爷来陪酒助兴。三人都是社畜，工资不多，就点了一个。那少爷嘴很甜，哄得他们仨心花怒放，还给他们跳舞。突然 TV 停电了，三人就只好醉醺醺的回了出租房。醒来就到了这古代。哎呀，这怎么醉个酒就穿越了？还是个搞不清年代的世界。说这不会是你追的什么剧或者什么小说里吧？虽然穿越前自己上班摸鱼时经常追剧看小说，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那就是你做的梦。关小雨总结道。哈，这俩女人怎么回事？咋就怪我身上呢？我要做梦也是做发财的梦，跑这女人卑贱如草的古代干嘛？难道就不可以是你们干了什么奇怪的事儿？好了，我们仨好不容易重逢，别扯之前的事儿，说说我们现在的情况。我先来，我家就住在城北，我爹开了一个医馆。我家住在城东，我爹是一个夫子，有一间私塾。我家住城南，那元鹤武馆就是我家的。人家穿越不是宫里就是大户人家的，我们仨咋就穿个普通人家？唉，注定生生世世都是老百姓。我们三家离得那么远，难怪我们来了快1个月了都没能碰见彼此。这古代，你以为像我们那时候天天出门逛街溜达什么的？我来了这么久，出门不超过3次，每次不过旁边铺子买点吃的。我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也是。我们怎么才能穿回去啊？别想了，这种问题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还不如想想我们仨怎么能在一起。对，找到了你们，我的心才觉得踏实了，不想和你们分开。但是我们三家离得这么远，这世界女子又不能随便出门，这很难搞。我家有个哥哥，不如你们嫁来我家做我的嫂嫂。想得美！我说真的，你们可以考虑考虑个嘚儿！你个大聪明，我们嫁进你家，然后你再嫁去别人家，那不也分开了？再说了，就算你不嫁，这两女共侍一夫是我们新世纪女性会干的事儿。不如我们仨找个家里兄弟多的，嫁去一家，这不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？倒是一个别致的馊主意。可怎么才能找到一家有3兄弟，还刚好都没成亲的？那今日花神节，估计全城的女眷都出来了，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？就算有这么一家3兄弟的，不见得就要同时娶我们仨呀。自古真情留不住，套路得人心。
桃林的另一边，几位夫人太太正在赏花，说是赏花，可每个人的眼睛却不时地在打量那些未出阁的女子。哎呀，今年这花朝节来的人可比去年多，今天阳光明媚，适合出游。哎呦，要我说，都是因为沈家的公子到了该议亲的年纪了，知道啊，沈夫人您今年要来，所以才这么多人。不知沈夫人看上了哪家的姑娘？自然不能像是他们那种上不得台面的粗俗女子，不就是有2个钱吗？瞧她狂的，哼，就她那德行，她那家风，谁家女儿愿意嫁去受罪？马夫人，她家好歹有钱，你家儿子有啥？我家儿子有才。这边刘婉云3人已站起了身，各自拍衣服上的土。原本3人是合租的室友，后来处成了闺蜜，天天一起吃喝玩乐，如今又一起穿到古代。刘婉云便提议，索性结拜一个，待会儿回家有个交代，也为之后的经常联络做个准备。3人的骚操作让一旁的3个丫鬟像看3个傻子似的。古有刘关张3兄弟桃园结义，今有我刘关张3姐妹桃园结奸兰。现在我们各自去找人打听，这普宁城哪家有3个未成亲的公子，1个时辰后花神庙前会合。除了给花神娘娘上香、桃林赏花，再就是旁边姻缘词求签。平日里这解签的师傅就1位，今日人多，他的2位小徒弟也出来帮忙。轮到沈夫人时，你家师傅呢？我师傅今日坏了肚子，这会儿应该又去如厕了。夫人若是着急，弟子也是可以帮您解签的。小姑子看了一眼签文，摇头晃脑地说：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此乃重签。怎么说？就是说这姻缘呐，有些坎坷，不太容易，但若是处理得当，就会化腐朽为神奇。我家师傅说了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但我看夫人面善，是个多子多福的人，我就多说2句。若想破局，就要放低眼光，找那普通人家里命硬旺家之人。有请下一位。今日人多，那小姑子姐的签未必准，不如夫人改日再来。罢了，这签抽多了也就不准了。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唤我师傅。搞定没？快走，那师傅和小姑子马上就回来了。老师傅和小姑子就骂骂咧咧地从门外路过。缺德玩意儿，竟然偷摸进了我们姑子的房间，我们就那么几个香火钱也值得惦记？师傅，我看钱也没少，但是衣服乱七八糟，不会遇到变态来偷袭亵衣亵裤的吧？闭嘴！我那化妆技术还行吧？也就那样，我还是能认出你。那是条件有限，没体现出我的真本事。哎，你说到时候那沈夫人认出来你就是解签的，会是什么情景？捶胸顿足，却又无可奈何。那签文到底什么含义？他根本就不懂，他就是根据诗文意思胡诌的。好啦，我们也回家吧，接下来就靠关小雨了。我们的计划成不成，全在他身上呢。女儿回来了，小雨，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你不是说要多认识些小姐妹，多玩一会儿吗？娘，我今天认识了2个好姐妹，我们还在桃林一结金兰了。她是跟着爷爷奶奶和爸爸一起长大的，从小没有体会过母爱，到这里来后有一个十分疼自己的娘。关小雨很欣慰，她觉得老天是懂得拿捏她的。我女儿就是棒。关小雨对这个世界的爹也是相当满意，没有因为没生儿子嫌弃他母女，更重要的是对他是有求必应。爹，我饿了，我想吃街头那家的枣仁糕。好，让你大师兄去帮你买。小春啊，不用，我自己去。他可是要去办大事的，怎么能有人代劳呢？哎呀，这孩子，赶紧跟着你家小姐去。关小雨带着巧儿，不光买了枣仁糕，还给爹娘和大师兄买了东西，一共跑了4、5家，专门找生意好人多的铺子，也不怕排队，一边等着，一边和旁边的婆子丫鬟聊天，最后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乐呵呵的回了家，把他爹娘高兴的，觉得女儿一下子懂事了不少。另一边，刘婉云回到家里，今日花朝节玩得可开心，嫂嫂养的好女儿，今日可是在花朝节露了不少脸。妹妹来了。姑母好。你道这姑母是谁？正是今日桃林里的马夫人。我们刘家虽是没落了，好歹也是书香家庭，哼，
一个姑娘家的，舔着个脸到处打听哪家有未成亲的公子，像什么话？娘，没他说的那么严重。原想着等凤儿和婉元长大些就亲上加亲的，如今我看呐，也不必了。就婉元这些行为啊，配不上我家马粪。我谢谢你饶我一命，还亲上加亲，这表哥表妹的结婚生的孩子不是痴呆也是傻子，鬼才跟你亲上加亲。还有，这取的什么狗屁名字？马粪，我配不上马粪，我倒是想抹你一脸马粪。妹妹说的是，凤哥是个秀才，自当能娶个更好的女子做夫人。就一个秀才就嘚瑟成这样，以后啊，出门在外，嫂嫂还是叫我马夫人吧。我儿子如今可是去县衙里谋了一份差事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儿子要去当县太爷了。说吧，今日都干什么了？娘，我就是去替弟弟了解了解别家的姑娘，顺便问问公子哥的消息。这是想嫁人了？有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没？娘，若是有人来提亲，你们会询问我意见吗？自然要问过你的意思。娘，若是城西的沈家来提亲，你不用问我，直接答应；若是别家，你就直接拒绝。沈家为何就笃定他家会来？你和他家公子私底下，你娘，你别胡思乱想，你女儿可不是那种人。是我今日在花朝节认识了2位姑娘，我们仨一结金兰，说好要嫁去一家做妯娌。一结金兰就要嫁一家，他们仨怎么就知道沈家有3位公子，还一定给他们仨提亲？他娘没想明白这事儿，但直觉女儿应该瞒了他什么事儿。于是他后来出门买东西时，就开始刻意打探一下城西沈家公子的情况。城西沈家的3位公子身体有疾，有爱子嗣，正是给他生了2个儿子，大儿子便是如今的家主沈长富，娶的是城里周记绸缎庄的女儿为妻，也就是如今的沈夫人。此刻这沈夫人坐在堂上，满脸的怒容，一群没用的，这点事儿都办不好。夫人息怒，非小的们不认真办事，只是这谣言现在满城都是，一问都说是听谁说的，根本查不到源头。而且这事儿光凭我们去解释也没用，越说反而人家越觉得是我们急了，更加觉得是不是确有此事。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赶紧让3位少爷成亲，然后生出小少爷来，谣言就不攻自破。你下去吧，把城里最好的媒婆给我请3个来。这会儿他的女儿张馨月说，若是沈家的来提亲，让他爹娘一定要同意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若是城西沈家来提亲，爹爹一定要同意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小点声，你害臊不害臊？不行。为什么？让你娘跟你说。爹，你说的那事儿我听说了，但我不相信。你不信我信，就是不行。你前2日去花朝节看见沈公子了，还是碰见沈夫人？她说什么了？怎么突然回来就要想嫁给沈家？娘，你想哪儿去了？那花朝节上都是女子，哪儿能见着沈公子？我是结识了2位好姐妹，我们约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嫁一家，这以后在夫家也好有个照应。哈？你怎么就觉得他家会来提亲？娘，要没人来，你就托人去他家传话，说我们家愿意嫁女儿过去，不就行了？上赶着去，就算我答应你，也没那门路啊。媒婆啊，让媒婆去说。反正若是我没能如愿和我姐妹家一家，我就把这医馆给砸了。你这丫头，真是女大不中留。自从元宵节落水后病了一场，这女儿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脾气变得急躁了许多，一点没之前懂事听话。好歹儿子孝顺，这女儿爱咋的就咋的吧，早晚是人家家里的。且不说沈家来不来，若是真来了，这也是他自己选的，以后有啥怨言也怨不到爹娘头上。可又过去了10天，都没人来家里提亲，这怎么就没按设想的剧情走呢？3人便坐不住了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
约了在城中的酒楼见面。姐妹，我好想你们，半个月不见，仿佛几十年没见似的。我也是，想死你们了。这破地儿，手机没有，电脑没有，电视没有，简直度日如年。我们仨要是能在一起就好了，还能斗斗地主，聊聊八卦。啊，这沈家是怎么回事？咋没动静呢？难道要摆烂，不打算给儿子娶媳妇儿了？你都想不明白，我更搞不懂。张馨月也附和，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不行啊？要不要再加点戏，推动一下？找人将我们的出生时刻吹嘘一番，说我们是天女下凡之类的。你可拉倒吧，现在才说这些，谁信呢？那你倒是想个办法，你可是追剧达人，看过的宫斗宅斗剧最多了，在《甄嬛传》里都能活过10集，那些妇人的心态，你不是说能随便拿捏的吗？哎，别吵别吵，让我想想。这酒楼的饭菜就是香，你们俩还有心思吃，真是服了。其实我们忘了一个问题，就是那3位公子，若是他们仨想娶我们，那就由不得沈家夫人不同意了。看着他，你是说让我们去勾引那3个男的？我们都不认识他们，怎么去？还有，这个时代都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太轻贱了？那书上说的才子佳人私会的多的是，我们也可以学一把。不过我们仨得一起找机会瞅一瞅，确认各自攻克的目标，别到时候搞到一个人身上去了。啊，对面那个雅间的小厮一直盯着我们这边，你不也盯着他们看呢？可不是嘛，你不看人家，怎知道别人在看你？我哪有一直看他们，我是观察周遭环境。刚才进那房间的公子觉得有些眼熟，好像是元宵节救我家小姐落水的人。啊，你家小姐元宵节落水了？我家小姐也在元宵节落了水。我家小姐也是。不会都是在玉带桥那里吧？3人再次默契的一起点头，难怪他们仨的小姐能成为好朋友，这是一起落水来的缘分。这缘分让3人不仅义结金兰，还想一起去沈家当妯娌。3个丫鬟都觉得自己小姐脑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。另一边雅间里，3个顶着一模一样脸的男子围坐在一起。二哥，你说娘是什么意思啊？她都定好了还叫我们来看，难道我们看了以后说不同意她能答应？3弟多虑了，母亲叫我们来看是让我们兄弟仨商量各自娶哪一个，这有啥值得商量值得看的？左右不过都是娘听了算命先生的，找个旺夫旺家的女人，好不好看无所谓，等成亲以后我再找机会纳2个漂亮的小妾就是了。祖父曾说过，要想家宅兴旺，就得夫妻和睦，收起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。大哥说的对，不过大哥，你天天拉着个脸跟个马脸一样长，娶个嫂嫂回来不得给人家吓跑了呀？到时候正好应了外面的传言，沈家公子身体有疾。3弟，这玩笑有点太过了呀，没意思。公子，对面的小姐离开了。一阵风吹过，将关小雨的尾帽掀起了一角，刚好被老二看到了，他便指着关小雨说：我就选他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选北面那位，东面的就是大哥的了。第2天，沈家便上门提亲了。沈家希望10日后就成亲，说是那天是个好日子，只是前不久才闹出了沈公子身体有疾的风言风语，这会儿着急的娶3个普通家庭的女儿，大家都一致认为沈家这是为了要掩人耳目。成亲当天，整个普宁城热闹非凡，3队接亲队伍按照沈夫人要求的及时准时回到沈府门前。首先是沈大公子沈朝东这一对，那手将他从轿子里牵出来后，便转过背来示意他上背，他也不懂这古代规矩，便听话地趴了上去。由于太过紧张，圈住那人的手臂不自觉地勒得紧了些。对不起。那沈朝东的脸刷的从耳根的红到了脸上。沈大公子脸红了，娶新娘子了就是不一样，冷面阎王也会害羞了。接着是沈二公子沈朝南这一对，关小雨被牵出了轿子。娘子怎么了？他原身可是健身教练，在3人当中算是女汉子的存在。我怕你背不动我啊？怎么回事？新娘子不想进去？不会真的是被逼的吧？一把将关小雨抱了起来，大步流星地往大门走去。娘子，这是第1天就给为夫出难题啊！
哎呦，原来是新娘子拿巧考验新郎官呢。看这做派是个会拿捏男人的主儿。轮到沈三公子沈朝北，为了避免出现意外，将新娘一牵出轿门，他便直接一把将人抱起来，不然被任公主抱起来，立马惊呼了一声：我娘子的声音好听吗？好听，三公子，你娘子害羞了。三公子，晚上等着给你闹洞房啊！为夫长得可还行，能入娘子的眼否？只用手在他胸口使劲掐了一把。娘子，轻点，轻点，掐坏了。想着自己的丈夫模样，加上这幽默的性子，算是很对自己胃口，便偷偷的笑了。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你！拜堂毫无插曲，顺利的进行。三对新人行完礼后，新娘子们被各自送进了后院卧房里。刘婉云坐在床沿上，现在屋里没人，就他俩后，她便把盖头自己揭了。小姐，嘘，你小点声，我透透气，待会儿就盖回去。另外2位新娘是我那2位姐妹吧？现在三人终于到一个家里来了，以后就能天天看到了。小姐，告诉你啊，咱们姑爷和另外2位公子长得一模一样，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分辨，想想就头痛啊！3胞胎嘛，确实让人头痛，天天得考验姐妹们的辨别能力，别一不小心给睡错人了。穿越前3人一起点的男模，3人点的一个，所以老天爷真是会开玩笑，竟然穿越后就给了他们仨长得一模一样的老公。早知道会这样，当时就该点3个了。好不容易熬过了第1晚，第2天，当3人终于在正堂上见面，先是满眼兴奋，然后见着彼此的丈夫时都傻眼了，这3人还真是一模一样。沈朝东不说话，拉了拉刘婉云的手，然后摸着自己的耳朵。哦，右边耳朵边缘上有个小洞洞，这人莫不是猪头胎的，曾经耳朵被打了耳环，所以留下一个洞，带到了这一世。再一想着昨晚，这人也是娇滴滴的配合自己，满足自己，他便难得的脸上浮出了一抹浅浅的笑容，捏着刘婉云的手也不自觉的紧了些。旁边沈朝南见自己娘子盯着自己的兄弟看，都长得一样，娘子看为夫就行了。关小雨被他温柔的目光盯着，莫名觉得虽然都一样，但还是眼前这张脸顺眼。你最好看。将左手手心摊开，关小雨一看，大拇指下方有一颗米粒大小的红痣，顿时了然。另一边的沈朝北直接凑到张馨月耳边，昨晚让你点灯好好看看我，你不听，这会儿傻眼了吧？沈朝北趁机抓了他的手放在胸口，请我好好看看，就是这儿有块胎记。沈老三这胎记长的位置真是让人不好说，难不成每天自己去扒了衣服看看？我大哥右耳朵有个小洞，我二哥左手心有个红痣，这下知道怎么分辨了吧，小笨蛋。老爷夫人到。果然婆婆和媳妇儿是天底下最难搞的关系，还好3人一起进来的，不是单枪匹马，不怕和婆婆斗。上茶。刘婉云作为老大媳妇，第一个上前，请阿翁阿姑喝茶，祝2位身体健康，福寿绵长。啥情况？硝烟已起。沈家的媳妇儿不是那么好做的，说吧，前些日子的传言是不是你们搞的鬼啊？婉云不知道阿姑说的什么传言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母亲，先喝茶，喝完再慢慢驯化，待会儿茶冷了对身体不好。父亲大人，母亲大人，请喝儿媳茶。喝茶喝茶，新妇进门第一杯茶，该喝该喝。母亲，这儿媳可是您给我们挑选的。母亲，您挑的儿媳我很满意，你让我们娶的，怎么自己倒先嫌弃起来了？早知如此，何必急着让我们成婚？对付婆婆还得是让她亲儿子上。阿姑请喝茶。恭恭敬敬的，我们这么乖顺听话，你再刁难就该是恶婆婆了。喝完茶，3个男人便带着自己娘子离开了。沈夫人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，一肚子气没地儿发。你看看你的好儿子先前还不愿意娶妻，这心腹一进了门，立马就忘了爹娘了。这不正常吗？男人一旦尝了女人的味道，那就是食髓知味。当年我们刚成婚的时候不也这样？起开！算了，还是那2个姨娘温柔可人。这3个媳妇儿看着小门小户出来的，手段可不一般。既然入了府，有的是时间慢慢调教。姐妹们怎么样？昨晚的男人还满意吗？先开口的是刘婉云，准备开始炒菜。张馨月坐在灶堂前，还行吧，凑合能用。关小雨拿着菜刀，有一下没一下的在菜板上切。就是觉得在这个世界过得好卑微，还得靠男人活着啊！姐妹，心态，你要这样想，这事儿是我们主动的，
说白了，我乐意哄着你，你就是上帝；我不乐意，他就啥也不是。对，我超级赞成这种思想。男人嘛，就跟养的猫猫狗狗似的，为了取悦自己的，不过是花点心思让它更忠诚而已。以前我们不是最讨厌那些绿茶婊了吗？不管剧里生活里，见着这种我们都少不了一顿文化输出。可你看，对付男人，他们的办法就是管用。虽然是恶心了点儿，但男人就吃这一套。刚才敬茶时，我都捏一把汗，谁知你眼泪汪汪的看一眼沈老大，那人就立马冲出来替你说话了。彼此，你们男人不也被你们拿捏着呢？那不是昨晚卖力伺候好了换来的？姐妹，错了，是享受，是乐在其中。调教好了，只会让自己更舒服啊！你这是做什么菜？火还没点呢。萝卜烧肉啊，看不出来吗？你赶紧点火啊！能者多劳。我可不想以后天天被逮着说，婉云，你做的菜好吃，今天你做饭呗。他以前就是太傻，在办公室里表现得太过于能干，什么都是一点就会，然后一有事儿就指派给他。小门小户出来的，为了挣表现，还真自己上手做。你该不会是怕少夫人们的手艺超过了你，让你没了面子吧？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家大户人家的夫人天天做饭的？即便做的比我好吃，那手艺到时候也是会教授给我。等他看到3位少夫人端着菜出来时，他的脸色真是一言难尽。原本井然有序的厨房，现在一片杂乱。他们仨刚才端出去的菜，根本就不像正常人做的菜。一人端了2盘菜。阿翁、阿姑，这个萝卜烧肉是我做的，这是出嫁前我娘才教我的。以前我爹都不让我做饭，怕我伤了手，是我娘说嫁人了要侍候温姑，必须得会。今天做的可比在家做的好吃多了，咱家里的调料可比我爹娘家里的多多了。你们尝一尝，相公，你尝一尝，我做的好吃吗？沈朝东点点头，看着不怎么样，吃着还行。真的吗？那你多吃一点。坐下一起吃饭吧，以后这些事情就交给厨房的做。这个是我做的大拌菜，我在家最喜欢吃的菜，你尝尝。难怪长这么瘦，在家都吃这么素。阿翁、阿姑，请尝尝我们3人做的，若是有不足之处，还请指正，我们下次一定改。月儿，过来，快跟我说说，哪个是你做的？看着桌子上的6盘菜，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，可3位儿媳又如此恭敬、谦和有礼，这做菜不好吃又不是什么大罪，何况又不是每个人都擅长做菜，3个儿子又如此护着，他们也不好说什么训斥的话。算了，沈老爷认命的拿起了筷子，夹了一块放进嘴巴后，强行咽了下去，然后就说吃饱了，有事先去忙去了。阿姑是对我们做的菜不满意吗？没有的事，做的菜很好吃，对，很好吃，我们从来没吃过的美味。小雨、新月，那今晚还我们3人做。好，我们听大嫂的。大嫂不必了，做一顿就行了，咱家里有佣人。你也说了，在娘家的时候，岳父大人都不让你做厨房的活儿，到了咱家，自然也没有让你干的道理。对，咱们家的女人自然也是不用做厨房的活的。相公对我真好。好，那怎么行？阿姑该要不高兴了。娘子，有这心意就够了，真的。要想娘高兴，还有别的法子。走，咱们也回房去想别的法子。相公，我对咱们府里不太熟，你能带我逛一逛吗？当即便不吭声的拉着他的小手往院子里走去。逛着逛着，几人就凑一堆儿了。在现代的时候，他们常常感叹，若是以后有个带院子的房子，人生就完美了。如今一朝穿越，竟然实现了当初的梦想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是8000花，我们那儿叫它绣球花，我可喜欢了。你们家也养有这花啊？我说这花像绣球一样，我以为它叫绣球花。绣球？不是吧？这什么年代？绣球这词儿都不知道。大嫂说的可是令堂娘家那边招亲用的东西啊！对，我娘曾经给我说过，他们家乡的风俗就是女子把红绸缎扎成一个圆球一样的花，叫绣球，用来招亲的。招亲？怎么个招亲法？就是女子站在楼上，一群男子站在楼下，女子将绣球抛下，哪个男子抢到绣球，女子就嫁给谁。这么随意的吗？从未听说过
哪里是这样的风俗？我娘她不是本地人，娘家是很远的地方。娘子家在城南，大嫂家在城东。娘子竟然连大嫂令堂家的风俗都清楚，你们两家是亲戚吗？我们仨义结金兰，是好姐妹，自然什么都聊过。我听说你们是花朝节才结拜的，这过去也没多久，你们应该没见几面，就彼此聊了这么多了吗？二哥这话问的奇怪，女人聊天自然是什么都聊，何况我们仨之前都是待嫁女子，聊些结亲的话题怎么了？二弟怎么知道我们是花朝节结拜的？莫非你们之前跟踪调查我们？你们不可胡说，我们都是母亲请了媒婆，做足了礼数，堂堂正正求娶的你们。可是我们仨的家境和沈家大有差距，阿姑怎么会答应娶我们？那是我们的娘早就请了算命先生算了的，你们仨旺夫旺家。沈老二只觉得头顶乌鸦呱呱叫，有个拖后腿的弟弟，真是无语极了。明明刚刚是想要证实谣言之事是不是他们做的，怎么后来变成了说他们娶妻是别有所图？更要命的是，他们的娘确实调查过他们三人，如果这事儿一细究起来，他们还真就无话可说。这刚娶进门一天的娘子就给得罪得透透的，晚上的快乐还能继续享受吗？娘子，等等我，别回错房间了。哼，不过是八字生得好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。三位夫人不过是刚新婚，所以对少夫人上心，等新鲜劲儿一过，夫人再慢慢教导少夫人们，不必急于一时，影响了母子关系。小门小户的也就那点出息，真以为半个姑子说两句隐晦的话我就能信了？不过刚好歪打正着，他们正好是算命先生说的要寻的人。他去花朝节那天不过是提前就找人打听了他们三人的八字，不过是真没想到他们居然敢造谣说我儿子那方面有问题，心思真是歹毒。哼，我倒要来看看，若是我那三个儿子知道后会怎么对待他们仨。另一边，娘子，是我。我以为相公对我好，是因为自己长得还行，却不知我只是一个……说到后面他说不下去了，成功把自己说心酸了，眼泪如期而至，吧嗒吧嗒的往下掉，感觉自己可以去当个女人号。如果男人知道了自己姐妹三人给他们造谣，肯定会认为他们心思不纯，不会再真心疼他们。他必须让他觉得自己是真心喜欢他才这样，同时让他也爱上自己，他才能在府里站稳脚跟。他只好一把将人抱在怀里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我其实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踮起脚尖往男人的嘴角亲了一下，挣脱男人的怀抱跑回了屋，还将门关了起来，脸上浮出了笑容。这个小女人竟然这么大胆，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行着闺房之乐，她应该是真心喜欢自己。关小雨她蹲在那里逗着小猫咪，心不在焉。关小雨起身准备离去，却因为蹲得太久又起得太急，一时有些头晕，身子一晃，身后的沈朝南赶紧上手扶了一把。多谢公子。娘子，是我。多谢二公子。娘子，怎就一下生分了？相公，我自知高攀不起沈家，承蒙阿姑看上了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我既然入了沈府，嫁给了你，必定做好妻子的本分，不给你惹事添麻烦。他是故意阴阳他的。沈朝南就有些慌了，那天他在醉仙楼见着冒帘而下关小雨的脸，立马就确定要娶她，算是有一些一见钟情的。娘子，你何必如此呢？我不过多问了两句，我也是受害者，作为家里的老二，你不知道其中的艰辛，我自然会比大哥三弟们想的多一些。本以为娶了妻会有人理解我，我娘看中了你们仨，但并未指定你们其中哪一位给谁。我是一眼就相中了你，第一个表态的。娘子，我知道你心善，不忍心我难做的，我们回房去，我再好好给你赔个不是。两人牵着手回房，却也是个好哄的。沈老三又是个嬉皮笑脸，敢想敢做的。他从院子里追上张馨月，见他不理自己，直接一把将任公主抱了起来，不管怎么掐他都不放手，直到进了屋，然后捧着张馨月的脸就是一顿亲。他本就没真生气，不过是装样子，如今这沈老三竟然死皮赖脸的，又是抱又是亲的，没一会儿他就被逗笑了。两人在屋里打闹，三对新人回了屋，自然就在房里厮磨了许久，直到下人来传话说吃晚饭了。这是沈姨娘，旁边是大妹妹若楠。赵姨娘一身月白衣衫，穿得很是素净。这是孙姨娘，旁边是二妹妹招娣。夫人好眼光，三个儿媳都如此标致，一定都是能干的。夫人以后可是享福了。三位少夫人出来府上，
不知咱府里吃饭的规矩，孙姨娘今晚就由你示范一下，事后我和老爷用膳。开饭吧。娘子怎么了？娘子是不是想吃肉？想吃哪个？为父给你夹。历来都是女子侍候丈夫吃饭，你们仨倒好，竟让丈夫给你们夹菜。统一行动，统一阵线。婉云、小雨、新月，跟你们仨说话呢。见无人理他，沈夫人忍无可忍的一个个点名。阿姑，我在家吃饭时，我爹是不准我们说话的。他常说古人云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我不知道沈家是可以说话的，所以没敢回答。刚才是相公主动给我夹的，我自然不敢拒绝。我很高兴相公这么疼我，丝毫不顾及沈夫人由白变青的脸。谢谢阿姑，交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，能嫁入沈家是婉云的福气。明明句句感恩，就让沈夫人心底极为不舒服，又挑不出毛病来。他那不争气的儿子还满脸宠溺地看着那女人。谢谢阿姑教育出的好儿子，能嫁入沈家是我们的福气。他那另外2个不争气的儿子都被勾引得一愣一愣的，沈夫人彻底给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她身后的孙姨娘却忍不住了。我就说夫人会教育儿子，相中的儿媳也是孝顺感恩的。咱们家夫人啊，就是厉害，没规没矩的。我和老爷还没说话，轮到你开口了。怎么他又错了？你也不必在这侍候了，下去闭门反思吧。老爷，沈老爷瞪他一眼，恨他不识趣。他说的闭门反思，又没说几日，就赶紧走吧。二小姐招娣站起身来。父亲母亲，我吃好了，我可以送小娘去房间吗？去吧去吧。招娣拉着她赶紧走了。赵姨娘和若男小姐就一直很安静了，见不惯自己的事，便目不斜视，充耳不闻的当个透明人。好了，有什么规矩下来再说，饭桌上就好好吃饭。后面的吃饭时间都安安静静的，一顿饭吃的除了沈夫人皆大欢喜。吃过饭，聚到了后院。此时天已黑尽，并排靠在围栏上。这一天天的可真是不容易，这古代女人过得可真是憋屈。若是普通女人确实挺艰难的，但你看我们不是嫁到大户人家来了吗？除了规矩严苛一些，只要家庭地位稳固，便是一辈子衣食无忧，不用干什么活，还有佣人伺候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咱们这样想吧，以前上班要应付上司领导，如今啊，这老板上司就是婆婆和丈夫。有理，有种拿身体贿赂男上司的感觉。男上司还挺对胃口的，是吧？你不一样，看你白天那花痴的样，看着沈老大的脸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我那不是为了哄着他，好为我所用，让日子好过一点。小点声，待会儿引的人过来了。老天爷真是会捉弄人，我们以为是凭自己的本事进的沈府，殊不知就算我们不搞那些小动作，都是会被沈夫人弄进府里的。咱这八字这命是真的好？难道不是你班姑子告诉沈夫人说他们仨的姻缘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吗？我现在细想一下，当时我们那么招摇的在花朝节上打听哪家男子的事儿，当时沈夫人也在场，她肯定是看到了的。那些小姐夫人对我们的行为可看不上了，但你看她见着我们仨的面，觉得惊讶过吗？你相公说了，他是找了算命先生看过的，我们仨旺家旺夫，那不正好？仗着这个理由无所畏惧。不过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搞小动作这事儿之后肯定会被知道的，咱们得想办法让各自的男人相信我们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，免得到时候被人当作把柄，说我们心思不纯，算计他们，男人可能会因此与我们生了嫌隙。我听我丫鬟巧儿说，元宵节那天我们都在玉带桥落水了。远远的就传来脚步声，她赶紧住了声。三人扭头一看，是他们的男人来了。相公，月儿注意点啊，哥哥嫂嫂们还在呢，怎么在这儿站着？天黑露水重的，可是厨房的婆子们不尽心教你们？没有，婆子们挺好的，是我们太笨。不会也没关系的，我们家还用不着少夫人天天做饭。走吧，去跟母亲道晚安。逃不了的成婚定型这破规矩得想办法破了。娘子，不开心？没有，你们刚新婚，这2天也不必拘这么多礼，问过安就回去歇着吧，等回过门再日日来请安侍候。等过几天，儿子们就得出门办事了。
家里不就自己最大，随意拿捏了。真是三生有幸，我们能得遇如此体谅儿媳的阿姑。但是礼不可废，婉云定要侍候阿姑歇下了，才敢去歇着。大嫂说的对，礼不可废，我们侍候阿姑歇下后再走。沈夫人没想到这三人居然主动要留下侍候，突然就觉得可能是自己多心了。这小门小户的女子能有多大心眼？母亲，后天回门的礼物可让人准备好了。放心，都备好了，绝不让你们仨少了面子。娘，你今早喝媳妇儿茶的时候说好给我娘子的赏赐都没给呢。好好的提这一茬干什么？张馨月三人则面无表情，实在肚子憋得难受，好想大笑。真是妈妈的好大儿，少不了他的，你们的也少不了。明日和回门礼会一起送到你们院子里，赶紧回去歇着吧，早日为沈家开枝散叶。王嬷嬷，送少爷和少夫人们出去。这一天终于过去了，上班第一天不是一般的累人啊！不对，这一天还有最后一个体力活没完成呢。这男人话不多，干起活来却很是卖力。想起昨晚的情形，他突然有些腿软。相公，我去叫人备水，然后洗漱就寝。他不知道为何说到后面竟然不好意思了。他本没别的意思，但一磕吧，反而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。我刚进来时已吩咐过了。我先把头发拆了，相公你先坐一下。要我伺候你洗漱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就行。你这样洗不干净。突然的视觉冲击让刘婉云反应过来。哎呀妈呀！愣了2秒，他才想起自己应该落荒而逃的，但不等他一步，身子就被腾空抱了起来。身体落入了水中。娘子，这样能洗干净了不？刘婉云看着男人肩膀上和胸前的水珠，大脑也无法思考，一切都刚刚好。门外候着的四喜听到屋里传来别样的声音时，便红着脸离开了。巧儿扭头四周看了一眼，确认没人跟着，他才悄声说：那天在醉仙楼对面雅间的公子就是咱们的姑爷嘛，就是你说想救你家小姐落水的人。你们说这是多么巧，3个姑爷还长得一模一样，不知道当初是谁救的我家小姐。你这样一说，我也觉得咱姑爷有些眼熟，不会刚好是3位姑爷救了3位小姐吧？我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。大嫂那边起来了吗？还没有动静。相公，疼，给你揉揉。另一边3房里听见外面叫去请安，张馨月直接当听不见，翻个身继续睡。大哥和二哥他们那边起来了吗？还没有。等他们起来了再来叫我们，别装了，人已经走了。昨晚太累了，困，别闹。谁闹了？是你想闹了吧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起运动，身体倍棒。最终3房谁也没起来请安，反而各房还再让人送了一趟水。整个府里都知道了，请安的时辰自然是错过了，但早饭还是得起来吃的。吃挺好呢，你不也一样？沈老爷则是满脸的赞赏，不愧是自己儿子，年轻力壮，精力旺盛，好事啊！照这样下去，沈家很快就会添丁增口了。沈夫人则是脸色不悦，颇为不满。这成婚不到3天就赶不来请安了，一个个的都是狐妹子，缠着他儿子一大早就闹。照这样下去，身体迟早得亏空了。婉云、小雨、新月，吃过早饭，来我屋里一趟。你们仨不许跟来，我们说些女人之间的话。跪下！不知我们犯了何事，让阿姑大动肝火，要罚我们跪？哼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这一招在我这里可不管用。不给阿姑请安，还死缠着男人，这哪一点是正经夫人做出的事儿？你们的妇德呢？你们母亲就是这样教你们的？骂人的话就要脱口而出，说我们就说我们，怎么还攻击我母亲？阿姑这话可就冤枉我们了。不来请安确实是因为男人，但不是我们要缠着男人，是因为我们被男人缠了。男女之事，若是男人不愿意不主动的，女人则好意思，就算好意思，光我们想那也没用啊。这是大家闺秀能说的话吗？你阿姑教的好儿子，尽缠着女人，误了请安。放肆，不知廉耻！你们仨！母亲，大哥让我来问回门的礼。滚！哎呦，
相公，怎么了？是砸了脚了？阿姑，朝北的脚被你砸伤了，我得扶他回房去处理。说完，挽着沈老三就走了。严重不严重啊？能不能走啊？不行就在这里处理了再回去啊。可那两人哪里还听他说话，直接跑没影儿了。还真是奇怪，每次有人对我不好，他家里就会出点问题。你说我这是什么体质？我也是。然后一个在门口绊了一跤，撞在了门框上，一个一脚踩到了门口的碎片，差点崴了脚。如今看着另外两个儿子也在跟前出了岔子，内心啊就更愧疚了。旺夫旺家的女子须得好生对待，否则就会败了运。东儿、南儿，你俩没事吧？阿姑，我能扶着朝东回房吗？去吧去吧，你们俩都扶着你们男人下去吧。去，让管家找个大夫来，给3位少爷看看有没有伤着什么，要不要敷点药什么的。关于之后还要不要早起请安这个问题，自然也没有了下文。你男人好吧，不让你在那里挨骂。好个屁！张好，你就直接给你娘说，早上都是你拉着我那啥，才耽误了请安。娘子疼，钢针砸到了，你掀起来，我看看。脚背确实有些红肿。你个傻子，刚给我眨眼，我还以为你装的。走，赶紧回屋，我给你找点冰块来敷一敷。别慌，等等，这点小问题不碍事儿，我还想和你转转园子呢。远远的看见沈老二和关小雨，当新月便拉着沈老三绕到假山的另一边，避免了碰上。娘子，怎么了？你们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干嘛躲着走？没什么，我就想快点回屋，碰上了难免要打招呼，耽误时间。相公，我想什么时候就我俩去城里逛一逛啊？娘子这是想单独和我玩？逛，明天回门后我们就去逛。东院，古时候的大户人家住的地方就是宽敞。对不起，今天不该让你一人去面对。他在说什么？知道他误会了，他也不解释，要的就是他愧疚，这样他才好有为所欲为。东哥，我想种点花在那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还想搭个秋千。行，我现在就让人来弄。明早少爷和少夫人出门时，还会送上一些活的鸡鸭以及新鲜的蔬果，总共6个箱子。夫人说了，一定要图个顺顺利利、大吉大利的彩头，没有金器银器之类更值钱的。这回礼单子夫人过目了的。啊，这些已经足够了，挺好的了，辛苦管家了，你去忙吧。你能确定吗？元宵节落水的事情他是一点不清楚，只知道在这个世界醒来就是躺在刘家的床上。不太确定，但总觉得80%是。到时候侧面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大嫂子可在？啊，大小姐来了，请进。我家小姐在里面呢。在府里你应该改口叫少夫人了。大嫂嫂，这是我小娘做的枣仁糕，虽然赶不上城里糕点铺子的，但胜在是自己做的，用料实在，吃着放心。我还要去给2嫂子、3嫂子送糕点，就不做了，等空了再来陪嫂子聊天。刚到门口就碰见来做秋千架的下人，拿着木架子等材料。若男好奇地问，这是做什么的？你大哥说要给我做一个秋千架，等弄好了你可以随时来玩。好，谢谢大嫂。小姐，这枣仁糕吃吗？然后放进了嘴里。小姐，你不怕？没事儿。这大张旗鼓送的，要出了问题，那不直接就知道是他们了。你也尝一尝，味道不比糕点铺子的差。真的很好吃。相公，你不喜欢吃甜食吗？不是。那是不想吃我喂的？你来看，这套首饰还喜欢吗？我本想让母亲给回门礼里面加些贵重的东西，但母亲说那礼单都做好了，2位弟弟的一模一样，若是要增加就比较麻烦。那这是母亲给你的见面礼。东哥，嫁给你真是太幸福了。踮起脚搂着沈朝东的脖子，对着他的嘴就吻了上去。这小娘子就知道成天的勾引他。沈朝东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搂着娘子的腰，不让他聊完就跑。两人在屋里一阵厮磨。去整理一下，你家小姐的身高和你差不多，你去确认就行了。相公，你太好了，事事都想得如此周全。若不是真有3个人在眼前，看着他们仨一模一样的脸，我有时候都在想，咱仨若是穿越后嫁给一个男人，会不会也跟宫斗剧一样斗得死去活来的？斗什么斗？没了男人活不了了。真嫁一个男人，不应该团结一致称霸后宫吗？说是沈老二过段时间娶个小妾回来，你怎么整？给他阉了。
哎呦呦，咋急了呢？这不是已经嫁给他了吗？自然不允许他再有别的想法。那你刚说嫁一个男人就团结什么的，我们仨的感情那能一样吗？啊，你男人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久都没出现？不是他嚷嚷着来逛园子的吗？不会是去找什么丫鬟之类的吧？这大户人家的少爷和丫鬟，通常都……他敢！他要是有这心思，脑花都给他敲出来。假山上就冒出一个人来，一身戏剧武生的装扮。娘子，看这儿！这是什么奇葩男人？明明脸和其他2位一样，咋干的事却如此荒谬啊！沈老三从假山上一跃而下。朝北，你怎么样？一张面具脸对着张馨月，给他吓得心都突突了一下，唰一下面具就变了一个样。你有病啊！吓死我了！娘子，好玩吗？合着逗他娘子玩变脸呢，害他们跟着担惊受怕，死了不少细胞。呸，无聊。2人也都各自找自己的男人去了。沈老二抱起一只纯黑的猫，这只猫叫黑子，是我最喜欢的，要不要把它带回咱院子里去玩？比起猫咪，我更喜欢狗狗。为什么？因为狗狗更忠诚。有道理，我也喜欢忠诚的。要不我们去买一只狗狗养在院子里？不必了，你要想把这只猫带回院子里，你就带吧，我不介意。刘婉云走到沈老大跟前，东哥，你钓到鱼了吗？没呢。那你给我弄一个鱼竿，我来试一下。刘婉云将鱼饵随便一抛，他再去旁边新拿一根鱼竿，在那里调线和漂。他刚弄好，准备上饵料，刘婉云就提着杆子嚷嚷起来：鱼，有鱼！你还真是有点运气呢，一来就中鱼了。是一条1斤多点的鲤鱼，不大，但好歹也是中的第1条。东哥，我再钓一下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让我想起之前掉水里的事儿了。安抚道：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我娘也说过去了，不要因此留下阴影。我今天也是鼓着勇气来水边陪陪相公，但是这事儿毕竟过去不太久，刚才那一下又让我想起来了。哦，是最近的事儿吗？元宵节那天在城里看花灯，被挤的，还好被人救了。不过我爹说任何事的发生自有它的道理，我觉得也是，就是很奇妙。岳丈说的有理，那你还怕吗？要继续钓鱼不？钓，我的运气好，肯定还能中。刘婉云将袖中剩下的2块肉脯赶紧扔到了自己的线儿那里，静等鱼来。什么锦鲤附体，不过是自己刚才如法炮制，背着他扔了肉脯吸引鱼来的。北儿怎么样了？定是3弟刚才跳假山被旁边的下人看见了，告诉了母亲。啊，你们都这么大了，阿姑还随时派人盯着你们啊？不会大晚上的也有人盯着他们院里吧？相公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个变脸是怎么弄的？哈，这个可是有机关的。先别拆了，再玩一会儿，你再变给我看看。行，那你看好了啊，看你能发现什么不？就传来他娘焦急的呼唤声。没得玩了。没伤着吧？娘，我没事儿，好着呢。你说说你多大的人了，还爱爬那么高的往下跳，伤着脚什么的可怎么办？你也不拦着一点，上午不还砸了脚背吗？这会儿又让他在这儿蹦来蹦去的。阿姑，我是他娘子，不是娘，他这么大人做事儿自有分寸，我还能管得了他？再说了，他这不是好好的活蹦乱跳的。娘，你看我确实挺好的。你是做夫人的，自当要规劝自家男人。行，我规劝。走，别玩这个了，回屋里写字看书。娘，我回房看书去了，那枪你帮我收起来啊。好得很。哎呦喂，男儿啊，给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老去抱那猫，身上有病菌，要是被它挠了会生病的。母亲，我已经成年了，不会像小时候那么容易生病了。那也不行。阿姑，只要经常给猫咪清洁，定期驱虫，不喂生食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没事儿的。做什么都不如从根源上杜绝，你不碰它，自然就不会有任何风险。那冬天冷，出门容易冻死人，阿姑是不是冬天就不出门了？穿厚点出去不就行了？那吃鱼容易卡嗓子，是不是就不吃了？怎么能不吃呢？吃鱼的人聪明，把鱼刺挑干净就好了。好像不对劲儿。哼，你这是歪理邪说，就是不准报。来鱼了！阿姑，你走路动静太大了，把鱼都给吓跑了。啥？钓不了鱼，怪上过路的啦？
我还没找你茬儿，你先倒打一耙了。没得怪了，明明我刚就上鱼了，你一来就没了。你看我刚才钓的，东哥钓半天一条没有，我来了2分钟就上鱼了。就这大点儿，总是有一条，东哥还没呢。是他钓的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对啊，就是运气好，我做啥事儿都是全靠运气。阿姑，要不晚上我给你熬鱼汤喝啊？得了吧，这么点儿大的鱼，吃了可惜了，待会儿放回去，等它长大点儿。这2天3位少爷没出什么差池吧？这2天少爷们来园子都有少夫人跟着，除了刚才3少爷跳假山，没有其他危险行为。莫非这3个儿媳还真是能旺夫？只不过有话就说，昨天夜里3个房里都叫了3次水。他以为就早上因为这事儿不来请安，没成想晚上还整宿的闹，这身体怎么吃得消？罢了，也就现在年轻。去吩咐厨房炖些滋补的汤，晚上的桌子上要见着。今晚的鱼汤挺鲜的呀。今晚的鱼汤鲜吧，是我钓的鱼做的。不是让你放了吗？就那么大点儿的鱼，怎么能放呢？那可是我自己钓的，我怕罗婆子给我换了，我还亲自盯着她做的呢。自己钓的鱼比外面买的鱼吃起来香得多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哼，不都一样是鱼？阿姑，承认这汤好喝很难吗？食不言。今晚就不用来请安了，早早的收拾了休息，明日要回门，可不能去得太晚了，叫人说我沈家没礼数。3对小夫妻自然吃过饭就各自回了房。好在第2天3对夫妻都早早的起来了，先去给请了安，然后吃早膳。哎呦，婉云呐，姑母可想死你了，这是姑爷沈大公子吧？哎呦呦，真是一表人才呀！这是你姑父和表哥，你们认识啊？德华还不来带你姐夫进屋？姐夫好，姐夫这边请。岳正大人先请。好，一起走。你这怎么成亲了还这么毛手毛脚的？娘，你那么急得上赶着去干嘛？人家才是一家子儿。你懂什么？我姓刘，是他姑母，也是一家子。你看看，这沈家就是有钱，若是咱家也和他家攀上亲，那简直就是……马芬有些无语，打断他的话。娘，你在想啥呢？哎呀，你不懂，你听我安排就行了。妹子，让凤哥儿自己去吧，你和我上房里去，跟婉云传授些做妇人之道。凤哥儿也算大人了，你也该放手，少操心了。我哪有你命好？嫁给我哥，大事小事你不用管的。你看看我家那个，跟个蛤蟆似的，戳一下才动一下的。这些年不是我督促着他，我们家能有现在这好日子；不是我督促着凤哥，他能考上秀才。有这经历，不如自己奋斗。只可惜这一时代，女人就只能在家相夫教子。她突然就有些可怜姑母了。看不出来，咱婉云是有点手。之前姑母说不让你和你表哥，现在都后悔了。你给姑母说说，你是怎么攀上了沈家，让那沈夫人就来提亲了呢？我就是脸皮厚，到处打听男子。沈家估计看我挺恨嫁的，他家又急需儿媳妇儿，这不就一拍即合了？那沈大公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姑母，你看他像不像有问题的？我就说那沈家多大的家产，就算生的儿子有毛病，那也能找大夫给调养了回来。也不知谁这么缺德，这样诋毁人家。我就是那缺德的。刘婉云心底这样腹诽，嘴上却说估计是嫉妒沈家的人吧，见不得人家3个儿子这么优秀。婉云呐，有件事儿姑母想和你商量商量，你看看怎么给他办成了。你已经成亲了，还嫁了个好人家，你表哥却还单着，你得帮帮他呀。我寻思沈家不是有2个小姐吗？年龄也正好，你这一边是表妹一边是嫂子的，不如牵个线撮合。牵个线倒不是问题，我可以回去向我阿姑提一提，只是马家能出得起多少聘礼？
咋的？嫁去了沈家，做了有钱人家的夫人，就看不起我们了？那沈家多大的家业，能瞧上咱们的聘礼？哎呀，姑母的意思就是，你去中间说和，不要在乎这聘礼多少，主要是亲上加亲。再说了，那沈家的2位小姐都是庶出的，来我们家做正房，身份不是不一样吗？那姑母家还有其他啥情况让人觉得不错的地方？我回去说，总要有点谈资的。我儿子是秀才呀，如今还去县衙当值了。还有，我家在城西还有个铺子卖糖水的，生意可好了。没了？恐怕不太行。沈家是经商的，我家儿子在县衙当值，以后凡是和县衙沾边的事儿，那可都是能说得上话的，这可是大大的好处啊。姑母，我肯定是希望亲上加亲的，不过你知道的，我刚嫁过去，还说不上什么话，这事儿得慢慢琢磨。也对，你一个心腹也不好开口。这样吧，待会儿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跟姑爷提一提，探探他的口风，你得配合我啊。行。等酒过3巡，他便开口了：沈大公子，听说你家有2位未出阁的妹妹，不知道可有许了人家？不曾。他才看到刘婉云在拼命给他使眼神。不过什么？阿姑有对家境或聘礼之类的说过什么要求吗？无非就是要求男方家里至少有10来间铺子，10来块良田的，能保证嫁过去不吃苦罢了。马夫人一下老实了，没敢提自己儿子的事，不是说好不提什么聘礼之类的，怎么还主动问呢？吃过饭，马夫人拉着刘婉云让他出主意，怎么才能娶沈家小姐，甚至说不如找个机会引沈家小姐和马芬见上一面，只要小姐愿意了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不过他是不会帮这个忙的，用这一招对付男人可以，用来对付女人那就算了。刘婉云实在不想和这姑母多待，只得找个理由匆匆的离家了。怎么不多待一会儿？想和东哥待一起。说完身体就靠了过去，男人的嘴角立马翘了，压都压不住，长得帅又有钱，谁不喜欢？不如城里逛一逛，买点东西什么的。不如我们去关家和张家找他们，到时候一起回家。逛街得找姐妹一起，和男人逛没意思。大哥大嫂，这大哥回门怎么回到自己岳丈家来了？你嫂子想来和弟妹一道回去，叨扰关伯父关伯母了。都是一家人，不叨扰，里面请。这人是谁？你可收敛点，你男人在旁边呢。他就是我大师兄小川。这名字可以啊。两人小声蛐蛐着去了后院。门口告别的时候，关母一手拉着刘婉云，一手拉着关小雨，满脸不舍。好闺女儿，你俩既是一结金兰，那便都是我的好闺女儿，在沈家可得好好相互照应，有什么不顺心一定回来给我说，咱有的是力气，不怕。你娘也习武吗？对，她虽是我爹的师妹，武功不比我爹差。哎呦，还师兄师妹呢。你咋没和你大师兄？你去和大哥一个车，我和大嫂坐。姐妹俩年纪小不懂事儿，沈公子多担待。无妨，那我们先走了，告辞了，岳父岳母。你男人刚才听见了，没事吧？都怪我嘴快，本是开玩笑的。这成亲不过3天，还有些没适应都是有老公的人。没事儿，一句玩笑话而已。我和师兄又没什么情况，今天沈老二应该能看出来我对师兄的态度，相信他不会如此无理取闹。刘婉云和关小雨一阵吐槽，重色轻友的女人都不等着他们一起，他俩决定一起去骂他。在一家首饰铺子前，张馨月则埋头在一旁认真的选东西。咋了？俩死女人，吓死老子了！亏我还认真给你们挑礼物。算了，也别买了，不值得啊！错了啊！你继续。二哥，这是咋了？回门碰见嫂子的旧情人了，还是不想花钱给嫂子买东西？你们怎么一起的？你去关家了？二嫂是不是有个老情人？长得怎么样？掌柜的，今天我家嫂子和我娘子看上的都记在我账上，回头上沈家来找3公子。你男人可以啊，大气。你俩男人怎么了？估计是刚才我们俩坐一个车，没和他们一起坐，心里不痛快呢。别管他们，等晚上回去哄哄就行了。有钱就是爽，花男人钱更爽。回到沈家时，天就差不多要黑了。沈老大进了屋，一言不发，闷坐在那里。东哥，你看这衣服好看不？东哥，这鞋子怎么样？走过去，坐他腿上，搂着他脖子，晃他。
哎呀，好了，下次我不和你分开坐车了。下次你也不许嫌我挨你太近，东哥。在他嘴上啵了一口，沈兆东无奈地将他扒开。去洗漱。因为累了一天，上了床的关小雨已睡得迷迷糊糊的了。相公，你小点声，还没弄好吗？赶紧来睡了。你不给我说点什么？说什么？明天说。一大早的，二房的院子里就传出报名声，刚一下地就看见屋里乱糟糟的。他第一反应是家里来贼了。娘子，怎么了？发生何事？这是娘子。我家小姐哭了，谁也劝不住，请大少夫人去帮忙劝劝。你先出去。我出去，你们也都出去啊！抱一抱。好了，这明显就是沈老二捣的鬼，又不是真的。你之前都没哭，这次是给补上了吗？你这阵仗给我吓得以为你被家暴了呢。我刚才是不是很丑？你这会儿别强颜欢笑，看得我瘆得慌。我是觉得挺丑的，但是那沈老二却像不觉得丑，还满脸心疼，惶恐的不行。不知道你怎么了？你把人家给吓得都快魂不附体了。他正说着，沈老三和张馨月也来了。张馨月一听完，劈头盖脸的就给他骂去：你是不是有病？还是觉得自己很有情趣？二哥，你多担待，他也是担心二嫂。这事儿怎么善后？告诉他们原因吗？这事儿也不怪二弟，他也是无心之失。关小雨之所以哭，是看到那杂乱的屋子，想起之前独居时被盗的经历。小雨之前有过不好的经历，家里被盗了，当时父母都不在家，被吓到了，养的狗也毒死了，所以看到这个场面产生了应激反应，一下子情绪失控了。沈老二一下子愧疚的不行。去吧，他这会儿情绪稳定了，没事了，好好安慰一下，让他早些摆脱这个阴影。哎，怎么了？一大早的哭得震天动地的，这才刚回完门就闹不和了？母亲，阿你听我说。你听我说，阿姑，你儿子将小雨昨天买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嫌花钱花多了。怎么可能？沈家多大的家业呀，至于这么小气，给娘子买点东西还发气？就是，为这点就生气，趁半夜人家睡着了，把屋里翻得乱七八糟，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。何况我们买的那些不光是给我们自己，还给你也买了，府里的姨娘和妹妹们也买了，莫不是觉得我们没给家里的爷们儿买，所以撒气呢？阿姑，要不你上我院里去看看我给您买的衣服你喜欢不？然后我给您梳妆，包让您年轻10岁。大嫂，你也给我捯饬捯饬，去帮我把昨天买的衣服什么的都搬大嫂这里来，我们好试穿。阿姑，我跟你说，大嫂可会化妆打扮了哟，你还怪会享受的呢。阿姑，这是朝东给我做的，你儿子对我挺好，我觉得都是阿姑的功劳，都是阿姑教育的好，我特别感谢阿姑。你这哪一件是我这个年龄穿的用的啊？这件特别显年轻，我又不是小姑娘，我都38的老婆子了，穿这样鲜艳的衣服出门不得被笑死？哎呀，阿姑，你看看这个颜色多衬你肤色啊，看起来就像20来岁的，哪里就是老婆子啦？你刚才还说给府里姨娘也买了，哪一件是给姨娘的？这个略表一点心意，不知道合适不？意思一下就行了。我才是你正经婆母，你还给他们买首饰，我看拿盒糕点什么的就可以了。是，阿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听阿姑的。正好呢，他还不想送出去呢，这都是他给自己挑。待准备工作做好，刘婉云便开始帮沈夫人化妆。娘，你是我娘吗？这也太年轻漂亮了些，我差点以为我娘啥时候给我生了一个姐姐。有这么调侃你娘的？整个早膳的过程，沈老爷比寻常殷勤了许多，不时地问沈夫人要不要这个，要不要那个，让沈夫人不禁想起了年轻时候，两人也是百般恩爱的。孙姨娘心不甘，非要找点存在感。老爷，我想吃那个。拿筷子夹起一块，结果筷子往沈夫人碗里去了。
夫人尝一下这个，配酒正好。老爷注意点，孩子们还在呢。这什么情况？就是为了帮你解围，拉着他去我屋里帮他打扮了一下，这算是歪打正着，让我顿悟了。以后就帮阿姑找回自我，让他把心思放在自己男人身上，别成天盯着他儿子，盯着我们。谢谢相公。阿姑，我们见着阿翁对你好，都特别高兴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自家男人对自己好，正当的。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看咱家是上梁正下梁直，咱家男人都是疼自家女人的。我感觉我们仨真是太好运了，嫁到如此和谐美好的家庭里，把在座的男人都夸上了。婉云，注意你的言辞，什么男人女人上梁下梁的，说话含蓄点儿。是，阿姑你说啥就是啥，我出门的时候一定注意这个问题，只在家里放纵。这婆媳关系如此融洽就算了，竟然还影响到了他和老爷的关系，那可不行，必须得让他们不和了。大少夫人嘴巴倒是甜，就是难免有些口是心非，阳奉阴违，什么外面注意，家里放纵。做夫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府里的门面，怎可两面派？夫人可莫要被蒙蔽了，到时候丢的可是神府的脸。还有，今日将夫人打扮成这样，哪里像是个正式夫人的模样？这走出去不得被人笑话？正式没个正式的模样，活脱脱像个后面的话他没敢说。放肆！有你这样诋毁夫人、污蔑少夫人的，你是什么身份？轮到你来大放厥词。老爷，你什么你？日子过得太舒坦了是吧？为吾好好反省，这次给我反省1个月才准出来。你将你小娘拉下去。孙姨娘再次祸从口出，喜提1个月假期。我看孙姨娘就是嫉妒，见不得阿姑打扮的比她好看。哪条律法规定了夫人就只能穿那些死气沉沉的颜色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女人喜欢打扮的漂亮，天经地义，就跟男人喜欢漂亮女人一样。若是我长得不好看，你会对我现在这么好吗？你会愿意带我出门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敢随便回答，怕自己一不小心答错了，晚上没得睡觉。阿翁，今天的阿姑是不是很好看？而沈夫人很显然此刻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。好了，吃饭。沈老爷宣布道，从明天开始，沈家3兄弟要正式接手家里产业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沈老爷让沈老大接手粮庄，沈老二接手酒庄，沈老三就接手绸缎庄。绸缎庄的铺子最少，所以大家都以为沈老三是嫌不公平，给少了。那绸缎庄接触的都是夫人小姐，他一个男人不方便。再说了，他也不知道女人喜欢些什么。他娘子这么稀罕他的吗？连和别的女人接触一下都不行的？男人出门做事都是正常接触，不可因此生妒。不行，反正沈朝北不行，这是正事儿，由不得你说了算。你说，爹娘，我就不接手绸缎庄了，回头因为这事儿我夫妻不和就不好了。他家的不行，我家的更不行。我接了粮庄，就没空管绸缎庄了。哎呀，咋了？这几年这铺子都是你父亲带人管的，到你们这儿铺子就不要了呗。阿姑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如将这绸缎庄交给我们仨打理，就没有这个烦恼了。不行，沈家还没到吃不起饭的地步，需要女人出去做事情。我只是一个建议，想着女人在家也无事，不如发挥点特长。这绸缎庄的生意主要售卖对象就是女人，女人更懂女人的心思，知道她们可能喜欢什么。你们有这份心很好，说明把沈家当成家了。不过这外面的事不用你们妇人操心了，你们把家里打理好就行了。家里有阿姑操持，我们仨闲着也是闲着，想着学会做些事情，也是给自己长点本事。若是哪一天家里突遭变故，也不至于什么都不会。娘子过于担心了，这普宁城的大户人家，夫人小姐们都是在家养尊处优的，没有抛头露面做事儿的。就算以后日子不景气了，我也绝不会亏待了你，让你出去吃苦。说绸缎庄就说绸缎庄，扯那么远干嘛？反正这绸缎庄咱朝北不接手，
阿翁，不如另外给他开个铺子，让他去管。这主意好。爹，我也不想管粮庄，也不想管酒庄，绸缎庄就更不能管了。你就给我重新开个铺子。开什么新铺子？啥新铺子说开就开，那么容易的？我得好好做调查，提前准备啊。家里这么多铺子，先管好了再说。这绸缎庄的事就你们3兄弟轮流去管，至于你们，若是觉得不放心，他们仨去绸缎庄的时候，你们就跟着去。不行，她也是女人，还看不穿他们仨的小心思，想管绸缎庄是假，想跟着男人一道，随时管着男人是真。再说了，她都没有这个待遇，能跟着男人出门办事，凭什么3个儿媳就有这个特权？这府里如今多了人口，我一个人肯定管理不过来的，你们仨得帮我分担着。这个自然是义不容辞的，绸缎庄也不会天天去。可府里天天都有活儿，这事儿很简单，绸缎庄还是继续阿翁管理不就好了？至于3弟，就帮着朝南管酒庄。粮庄也要帮着管，不能只我家朝东一人负责。没事，我无妨的。不行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受累呢？不行，说是帮忙协助，朝北做弟弟的能有啥说话权？我看就另外给朝北开铺子最好不过了。这3个女人这么坚决的不让自己男人去，莫不是听说过绸缎庄里发生过啥事儿？她突然想起府里的2位姨娘，赵姨娘是她出面纳的，孙姨娘却是沈老爷自己带回来的，他们是哪儿认识的？好了，这绸缎庄的事先放着。这一大早的为着这事儿争论不休，那铺子有2家是我名下的，就先由老爷暂管着，后面怎么处理咱们再商量。粮庄和酒庄的事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我要去处理府里每日的庶务去了。你们仨回去收拾利落了，来我院里找我，我把家里的事儿也分配些给你们，省得你们觉得闲。你没事了吧？吃饭时都不见你和沈老二怎么讲话。哭过了就好了，就是现在看着他有些别扭，那会儿的形象估计惨不忍睹，今天真是丢脸了。没事儿，谁还没有过脆弱的时候？发泄完就好了。若是他以后敢因此笑话你，我第一个揍他。但愿他能共情，以后吵架时不拿这事儿来戳你心窝子。算了，不指望男人明白。过了这次，我也不再害怕这事儿了。不说这事儿，说说咱们接下来的打算。刚才你们听到没？阿姑说绸缎庄有2家是她的。这古代女人出嫁，但凡家里条件好的，都是有嫁妆的，田产或铺子什么的。像我们这样就带些香笼嫁进大户人家做正事的，估计是头一份儿。因为穿越系统给我们一个独特的金手指。8字好。我知道你们俩刚才就想参与到男人的事业里去，但是我看沈家的男人估计是不会同意的。这根深蒂固的思想不会轻易改变，我们只能另想办法。你男人一开始为啥不愿意接绸缎庄？他就是个纨绔子弟，没个上进心。他一心想做少侠或将军之类的英雄人物，天天在家各种扮演，所以他不想接家里产业，想去开戏班，好在戏台上自己演。想当演员啊，搁现代也是个不错的职业。我们可以帮他实现目标。这事儿不是1天2天能办成的，得从长计议。是，从长远考虑。我们仨虽然凭借好命进了沈家，但是没有嫁妆傍身，若想在这府上说得上话，以后不被拿捏，还得有点价值才行。咱们没有资本，可以人财入股啊。对，我也是这想法。咱们从阿姑身上入手，她有钱有铺子，我们搞定她，再联合一起搞定府里的男人。都说婆媳是仇人，你看有多少婆媳能好好处的？这古代的更是，婆婆上辈子吃了媳妇儿苦，下辈子就想要从媳妇儿身上找回来。你赶紧换好你想穿的衣服，咱们就不要想着她是婆婆，想着她是投资人，身份一变，立场不一样了，不就很多事儿都能忍了？一切看在钱的份上。我们要和别的穿越者不一样，不要想着斗婆婆，想着怎么改造她。东哥，我好看吗？这带出去不知得有多少人盯着看。东哥，你今天要出门吗？那你出去了要想我，办完事儿早点回来。我要去阿姑那里侍候了，先走啦。东哥，这秋千真好。哼，高冷男神不照样拿下，满满的成就感。大嫂子好，二妹妹这是。求求大嫂大人大量，放过我小娘，我们都是小户人家出生的，不过是为了在这府里求生存。啊，等等，什么放过你小娘？
我做什么啦？我说错了，都是我小娘不好，先对嫂子出言不逊，但请嫂子不要和我娘计较，她只是一时糊涂。这招娣妹子看来也是被她娘荼毒了，分不清状况。二妹妹，你这话才是糊涂，你娘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，是她自己说话没分寸，又不分场合，拎不清自己身份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你要求也是去求你父亲和母亲，她得罪的是主母，要关她的是你父亲。大嫂子，你就行行好，你们没来之前，我和我娘在府里好好的，从来没有因为说错话被罚过，如今已经被罚了2次了。我看你2次都想拉着你小娘，以为你是个明事理的，不曾想你也是个拎不清的。这跟我们来了有关系吗？只能说之前沈夫人好脾气，你小娘也没在雷点上蹦跶。什么雷点？真是会抓重点的，没救了。你别管什么是雷点了，你找错了人，我什么也没做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只要人不犯我，我也不会主动挑事儿。让你小娘以后管好嘴巴，少说话，就不会挨罚了。屋里，孙姨娘眼巴巴地看着她。怎么样？我都和你说了，这事儿找大嫂子没用，你非不信。怎么会没用？你看她一天嘴巴巴巴的，很是会恭维会撺掇，只要求得她同意帮忙，一定可以成的。娘，你说大嫂凭什么会帮你？是你给了她什么好处，还是你对她来说有什么帮助？是你先对人家说话不客气的。我常说让你学着点赵姨娘，少说话，你总是不听。刚大嫂子也说了，你都是乱说话才得了这结果。我学她，天天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，能讨得了你父亲的欢心？不想和他娘再争辩了，反正就是油盐不进。比起别家做庶女的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好多了。就是他娘那思想，总想着以卵击石，想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，拼命在父亲跟前显眼，惹得夫人不快。在大户人家生活，能不树敌就不树敌。另一边，刘婉云边走边想，这沈家的2位小姐看起来也不是那种品德败坏之人，倒是也可以一起改造一下，到时候帮他们找个如意郎君，以后经常往来，彼此互帮互助。自家的弟弟小了些，关小雨有个师兄，可以算个人选。张馨月好像有个哥哥，也可以做个人选。这事儿回头和他们2位商量商量。刚好关小雨和张馨月也来了。给3位少夫人问好。你们仨先坐旁边，好生学着，待会儿我再给你们说你们接下来要干嘛。这个酸萝卜老鸭汤给换掉，做猪腰枸杞汤。这刚新婚的小年轻就是精力旺盛。负责管理园子的林婆子上前噼里啪啦说了一堆，园子里今天哪块要打扫，哪块要除草，哪块要施肥等。行了，不用讲那么细，你该干嘛干嘛，有特别的事儿再禀报。这是账房送来的，昨天的府里开销和今日的预算，让库房的支银子给他们吧。这也是各房里报上来需要添置的物件，还有天气马上热起来了，府里各位主子的衣服也该做新的了，就跟那处理公务似的。好家伙，县令夫人送来帖子，说是10天后要办个百花宴，请沈夫人携家里女眷都去。沈夫人又亲写了回帖送走，总算将一早的事情处理得七七八八了。婉云，过来给我捏捏肩。战斗要开始了，他乖巧地走上前去，轻轻地揉捏着。小雨，去重新沏一杯热的茶来。阿姑，你要吃糕点或者水果吗？我去给你拿。这3人咋就这么听话了？莫不是还想着跟着男人一起出门？哼，想都别想，他是不可能答应的。不用，你就坐那儿。阿姑，你怎么把衣服给换了？那衣服太年轻了，不适合我。怎么会？显得你那么好看，阿翁见了你眼睛都浓不开了。没规矩，大气儿到我头上来了。还有你们打扮成这样，哪里像大户人家的夫人？阿姑，你就说你今早上那装扮好不好看？你喜欢不喜欢？我们这装扮好不好看？有何处不得体？阿姑，你怎能听了孙姨娘的3两句话就没了主见呢？她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说什么夫人就该端庄，何尝不是怕夫人们打扮起来，她们就没了争宠的优势？你说是不是，新月？对啊，哪家的正室夫人成亲的时候不都是容貌绝佳，得夫君青睐的？就因为天天操持家务又不爱打扮了，
所以男人就有了借口出去找新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也别这么多歪理邪说了。你们现在年轻，爱怎么打扮怎么打扮，我不管。但是呢，得顾及府里男人的颜面，不可丢了沈府的脸。你们仨可都会些什么？阿姑，我们生在普通家里，家里很多事儿都会一点，什么做饭、扫地、女工。我想问的是，你们有什么爱好或是擅长的？阿姑，我会化妆打扮呀。这算什么爱好？难道管家能用这个，还是靠这个能吃饱饭？别的呢？种植花草绿植算吗？你俩呢？我会武术。想不到你还会跳舞，这个勉强还可以。不是跳舞，是武术，是功夫。拳打脚踢的演示了几下。你会啥？我会医术，只要不是疑难杂症，我都能解决。真是不怕闪了舌头，就他那点三脚猫的护理知识，敢自称会医术，这会医术倒是一个好本事。沈夫人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女人该会的技能，这三人是一窍不通啊。罢了，自己看上他们仨也不是因为这些，他们仨八字好，能给男人和家里带财，这就够了，别的还可以慢慢学。你们进府前的事儿我也不追究了，如今既是沈家人，做事儿就要替沈家考虑。你们仨出身不高，能进了沈家做正事，是你们的福气。正事就该要有正事的样子，首先规矩要学起来，晨昏定省不可少。每日除了爷们儿在家需要侍候外，其他时候就要把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的、女工之类的多少学习一点儿，避免以后和夫人们交际什么也不懂。再就是学着看账，管理下人。阿姑，我对管账感兴趣，我愿意学这个。阿姑，我对管人感兴趣。啊，你们都选完了，我选啥？阿姑，我对管铺子感兴趣，那绸缎庄不如就交给我们打理吧。且不说少有女子打理生意的，就算我让你们去，你们会吗？知道绸缎庄一天都要干啥吗？怎么让它周转营业？阿姑肯定会啊，你教我们就是了。咱家是经商的，多少要学着点儿，不至于被糊弄了。家里有男人用不着，那男人有个意外不在时咋办？你们怎么回事？一天天的不盼个好，怎么就意外了？哪有那么多意外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有何居心？阿姑发那么大火干什么？我们能有何居心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祸福旦夕，我们不过是居安思危，哪怕男人不出意外，也难保他没有别的心思。你能保证他一直顾着家里，对你毫无保留？说不定你那绸缎铺子的盈利，阿翁出了一部分去补贴孙姨娘，你还不知道呢。不可胡言，你们阿翁怎可能会是这种人？是，我不该恣意揣测长辈。阿翁阿姑感情很好，不可能有这种事儿。算了，我们天天吃好喝好就行了，瞎操心这么多，我们又没铺子。行了，不用再激我。过几天要去县令夫人举办的百花宴，最近都给我好好的学规矩学礼仪，若是学不会，那就不用跟着去了。咱不能太急，一时半会儿的他也不会同意，就算是同意了，我们真去接管也是抓瞎，啥都不懂。也是，太急功近利反而让人不放心。咱们日子长着呢，慢慢来，总要有些契机发生点什么事儿，才能让他信服，才知道我们说的有道理。走，我们去园子里看看，我去挑些花种到我院里。真想不到沈夫人给少爷们选的少夫人居然都是普通人家的，早知道我也去搏一搏了。你也太抬举自己了，就算人家是普通人家的，好歹也是家中有营生，屋里有丫鬟伺候的，你可是丫鬟。丫鬟不也有上位的？得了吧，能上位的要么特别好看，要么有些才能和手段，你有啥？你怎么还跟我对上了？我不过随口一感叹，不和你说了。你们辛苦啦，我来园子里搬一些花到我院子里去，谁能来帮我一下？这啥情况？不搭理我？你们听不见少夫人说话吗？叫你们来帮忙搬花。我们忙着呢，你们要什么自己搬就行了。没事儿，他们都忙着呢，我们自己去搬。
哎呀呀，这八仙花可是老爷让人从外地弄回来的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没人告诉少夫人的吗？你们这些眼皮子浅的，她就算在夫人跟前不得脸，那也是少夫人，是少爷新过门的妻子，你们这样做不是打少爷的脸面？一个个糊涂东西！云，东哥，你看我们的院子好看吗？八仙花？我和四喜拿铁锹去园子里撬回来的。你怎么自己弄上了？咋不吩咐园中的婆子呢？小姐客客气气请他们帮忙，但是他们都在忙别的事儿。我和四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自己弄了。自己的院子自己搞才有意义。小姐，我去叫水来给你洗漱。哎呀，忘了，我手脏。东哥，你先回屋休息，我得换洗一下再来陪你。无妨，我刚从外面回来，身上也脏。水很快送来了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。四喜，你洗好了？那帮我捏一捏，正好觉得酸得很。那手捏着捏，力度就不对了，感觉方向也不对了，不对劲儿，不像四喜的手。东哥，你简单一裹就往卧室去。东哥，天还没黑呢，你没漱口，也没有洗澡，不行。只好起身去了隔间。东哥，等会儿快到吃晚膳的时间了，会来不及的。封住了他喋喋不休的小嘴儿。四喜，去传话，大少爷累了，晚上不去吃饭，让厨房晚些时候送吃的到东院来。天还未黑呢，屋内里就开始上演不可细说。东哥，我饿了，睡不着。我也饿了。园子里的婆子是不是不听你使唤啊？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儿，我等不及就自己和四喜搬了。这些事儿我以前也常做的，没什么。那八仙花你要喜欢，我明天让人再搬一些来。不用了，这花已经够了。如果再要别的，有栀子花就好啦。栀子花吗？明天我帮你打听打听，看普宁城谁家花圃有种的。没关系，不用特意去找，只要记着这事儿，若哪天正好碰见，再买回来就行。东哥，我吃好了。东哥，要不消消食，院中走走。等再醒来时，男人已不在身边。他人呢？小姐这是一时半会儿都离不开姑爷了，一睁眼就开始找人。胡说，我这不是错过了请安时辰，怕阿姑那里不好交代，找他做挡箭牌吗？小姐就嘴硬吧，姑爷起来时候交代了，让你好好休息，不要叫你。夫人那里他去说，还说他晚些才会出去，让你醒了吃过早饭去园子里找他。大嫂，你终于起床了，可让我们好等。姐妹，你睡得好嘞，昨晚吃饭没出现，听说让人单独送了吃的，还让人送了3趟水。这会儿一脸红光满面的，就知道吃得挺饱，睡得挺好。少夫人，坐好了。昨天园中忙的人都是哪些？站出来，少夫人看看，是这些人吗？尽管是这几个人耳不聪眼不明，不听主子使唤，都打发了吧，咱家不需要这种下人。啊，这就直接不要了，果然是冷酷无情的大少爷，直接就是最狠的。我们知道错了，求大少爷开恩，不要赶我们走。求大少爷开恩，怎么罚我们都行，不要赶我们走。少夫人，你就行行好，替他们说2句好话。他们眼皮子浅，不懂事儿，罚一罚就好了。若是把他们赶出去了，这生计就成了问题了。哎呀，求求你了，少夫人。东哥，他们也没做错多大的事儿。给你们发银子是让你们替主人干活的，不是让你们来摆谱的。认清自己的身份，神府绝不容许有以下犯上之人。对，重新挑一批听话的人进来。大少爷开恩，少夫人开恩，我们认罚，求你们不要赶我们出去。东哥，你消消气，给他们一次机会吧，留下观察1个月，若是还犯错误，无论大小何事，再直接撵了，你看可行？你太心善了，所以他们才觉得你好欺负。不会的，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，我体谅他们，他们必不会辜负我。若是他们真是不知好歹的人，那之后再打发也不迟。总之，机会就这一次。2位弟妹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们听大嫂的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你们怎么看？自然听大哥大嫂的，听大哥大嫂的，那就听你的。都起来吧，大少爷同意不撵你们了，赶紧去干活吧。谢少夫人大人大量。不撵出去可以，但是这个月的月例就没有了。东哥，行了，罚1个月让人家怎么活？要罚就罚半个月的就行了。
行，听你的。没事了，让他们去干活吧。这府里的事儿不是一向夫人做主吗？今天怎么大少爷来过问了？唉，你怎么一大早来了？婉云呢？婉云昨天在院子里搬土种花，伤了腰。哼，你就护着她吧。母亲，她是我妻子，我自然得护着她。祖父常教导我们，沈家的男子一定要对家里的夫人好。女子是水做的，是财运，若是让自己的女人哭，那财运就哭跑了，内宅安宁，家和万事兴。给你一说什么就是你祖父说，祖父说，他把这些交给了你，咋不管管他儿子呢？咋还同意给你父亲纳妾呢？当年的事我不清楚，但是祖父一直未纳过妾，至于父亲纳妾，总得是母亲同意了他才会。那你这一大早的是来干嘛？替你夫人请安，还是替你夫人讨公道？你祖父祖母教你的规矩就是让你的夫人可以不给阿姑请安吗？这事都怪我，婉云也是被迫的。朝东给母亲请罪，请母亲责罚。你说的那么振振有词，不也是仗着我舍不得罚你？你小时候我是没怎么养育和教导你，所以觉得亏欠你，想弥补你。你什么都听你祖父的，从不听我这个母亲的话。母亲忘了，娶婉云就是母亲的意思。好了，你道完歉了，也请了安了，可以走了。母亲，婉云昨天在院子里想着搬些花，却没有下人听她使唤，还请母亲既入了沈府做正室夫人，早晚都得长家。要想下人臣服，自己就要有点手段。这事儿我管不了，那就是让他们自己随便处理。于是就有了后面在园子里惩罚那些人的事。回到东院，今日我算是为你立了威，但我不能随时在府里护着你，日后还得靠你自己。这些日子你就好好的跟着母亲，学习管家的本事。双手抱住了他的腰。东哥，谢谢你。结婚不过3-4日，这个人却无时无刻的在护着自己，不感动是假的。虽然秉着既来之则安之，得过且过的心态，但有人这么用心的对自己，刘婉云的心到底是起了涟漪。东哥，我真是太喜欢你了。那你下次看见长得好看的男子，还要目不转睛的看，还要去打听人家吗？啥？我啥时候目不转睛看男人了？还打听人家？东哥，你在说什么？如此温情时刻，沈朝东也就没再揪着不放了。男人们都出了门做事去了，刘关张3人又聚集到了一起。这日子会不会太舒坦了些？现在多好啊，有男人养，有大院子住，有佣人伺候，该享受就享受。说不定就是老天爷看我们过得太苦，让我们来改善生活的。我是赞成新月的想法，该享受就享受，因为这种日子一定不会太长。一天天的不盼个好，往往事实就是如此，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园子里就来了人，大小姐若楠带着一个嬷嬷。3位嫂嫂，这是容嬷嬷，是母亲专门找来教习礼仪的。见过3位少夫人。容嬷嬷好。请3位少夫人谨记，下人问好的时候，主子不必如此客气答复，与身份不符。啊，这就开始了？给你脸你还不要了？那以后和容嬷嬷说话也不用客气了。少夫人不用对我太客气，关于规矩上的问题，若少夫人们做得不好，我也是会直言不讳的。这人太死板了，3人均在心底叫苦，这后面要有段日子不好过了。不知这每日都要学些什么，在哪里学？大嫂子，夫人本是让我小娘带了容嬷嬷来，每日陪着嫂嫂们练习的。刚好我小娘今日早起时受了凉，觉得头痛，一时来不了，所以让我来的。这练习的地方，嫂嫂们自行决定，是在园子里的静心斋，还是回3位嫂子谁的院中？那就静心斋吧，吃过午饭就开始。每天练习4个时辰，上午2个时辰，下午2个时辰。3位少夫人是我见过最上进的主子，我没有意见，保证准时到。至于练习内容，下午上课时候，我再一一和少夫人们详细解说。请3位少夫人谨记，从出房门那一刻起，就应该保持一副端庄优雅的形象。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太丢脸了。容嬷嬷，圣人说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我们这样子，你应该躲着不要看，不就好了？少夫人，这话……容嬷嬷，开始吧。作为有教养的女子，首先站要有站相，坐要有坐姿，
请3位少夫人谨记。刘婉云斜靠在椅子扶手上，关小雨插着腿，张馨月翘着2郎腿。请嬷嬷先给我们示范一下正确姿势。3人很快就学会了，下一秒3人就又换成了自己舒适的姿势。请3位少夫人注意仪态，调整好坐姿。容嬷嬷，下面学什么？你继续。请3位少夫人注意仪态，端正坐姿，每一项都做好了，老奴才能继续教下一项。我们已经学会了，你赶紧教下一项。我们学会了，这会儿缓一缓，去公众场合时定然按照你教的做。请端正坐姿，老奴才能继续。真是个犟种。容嬷嬷，你天天拉着脸，累不累？少夫人，请不要岔开话题。容嬷嬷，你在家里也这样不苟言笑的吗？容嬷嬷，你有孙子了没？你孙子看着你害怕不？请少夫人认真学习，不要随意打听老奴家里情况。这人也太会给自己加戏了，怎么就成打听他家里情况？明明他们就是在调侃他，开他的玩笑，难道他以为是在关心他？容嬷嬷，我们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和你说笑。你上课太一本正经，不好玩。对，容嬷嬷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名字就让我想起一个人，那人也是教人规矩的，那人可严厉了，一言不合就要用针扎主子的手指尖。容嬷嬷，容嬷嬷第一次觉得，怎么会有如此话多的女子？往常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是笑不露齿，话不多说。小门小户没见过世面的女子更是谨小慎微，见着他们这种娇媳嬷嬷都是规规矩矩，怕得要死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从来没有人和她说笑，也没有人质疑或者安排她怎样怎样的，她都觉得头有些疼。少夫人，这礼仪课学的都是规矩，怎么能闹着玩呢？哎呀，学的时候我们一定认真，学完了就可以放松放松嘛。你也不要一直这么绷着脸，多累啊，让我们看着也怕，学习都没有积极性了。若是3位少夫人还是这种态度，那我就没法教了，我只好去向沈夫人辞去这份差事。别呀，怎么还信告状呢？容嬷嬷，我们一定好好学，你赶紧继续教。下一项我们学什么？刚刚我们练习了坐姿，接下来我们练习站姿和走路。一进入学习状态，3人都特别认真，反正都要学的。今日的2个时辰很快就到了，照你们的学习进度，5天就能把我要教的学完。还要5天呢。请少夫人谨记。二夫人，不好了，二少爷被狗咬伤了，你快跟我回院子里去看看。南院里，沈朝南蹲在地上逗弄一团白茸茸的东西。朝南，那白茸茸的一团像个小雪球似的，就冲到了自己脚下。这是哪里来的小狗？我都受伤了，你都不关心我，回来就只看见了小狗啊！莫不是被这可爱的小雪团咬的？我看看伤哪里了，严重吗？这里除了一条红印，像是被狗爪划拉的，其他啥也没有。若是自己再回来得晚10分钟，估计就看不出来了。就这？对呀，当时可疼了。看着好像挺严重，会不会伤到里面骨头了？他便用大拇指使劲地按了下去。那你怎么这样呢，娘子？你要谋杀亲夫吗？娘子，这只小狗你喜欢吗？我派人专门全程去寻的，纯白色的，才2个月大。我不知道你以前养的狗什么样，但这只，我想和你一起把它养大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能养在院子里，去把那狗送到园子里去。娘，不可以。小雪球见来人不善，吓得直往关小雨的裙摆下钻。阿姑，这狗才2月大，需要人小心照顾着，不适合放养到园子里。我会派下人去照看的。阿姑，我想养它。不行。娘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说过的，我长大后就可以养猫养狗的。男儿，你一直以来就最听娘话的，这次怎么就不听了呢？我是为你好，这狗养在院子里多不卫生，多不安全呐！你小时候差一点儿。小时候的事情都过去多久了？我不是现在好好的吗？娘，我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管那么多了？真是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，才成亲几天，你们一个个的就不听我的了。我们怎么就不听你话了？这儿媳不就是听你话娶回来的吗？而且这狗是我专门买回来给小雨的，你若带走了，那不是让你儿子说话出尔反尔？小
雨，小雨，你怎么能抱进屋里呢？小雨，这阿姑对她儿子的控制欲那不是一般的强。娘呢？怎么不来吃饭？你们的娘突然觉得身体不适，没有胃口，晚些再让厨房送些清淡的食物去吧。吃过晚饭，我们去阿姑跟前侍候她。吃过晚饭，我们去阿姑跟前侍候她。你们去，我也去。我会一些医术，我去给阿姑看看，到底是身体哪里不适了。若真有问题，早发现早治疗。却被拒之门外了。少爷们都长大成亲了，夫人应该放宽心，学着放手了。老话说，儿大不由娘，你过问的太多了，反而影响母子感情。我倒是想放手啊，可你看看那3个儿媳，哪一个像是懂事的？啥也不会，就知道哄得我儿子替他们出头。我真是命苦啊！当初我做儿媳的时候，沈长福要是有像他们一半的心护着我就好了，我也不至于过得这么累，啥事儿都要操心。夫人，你就是太要强了。说我睡下了，明天晨起再来请安。3位夫人难得如此懂事，夫人正好传他们进来，好好立立规矩。算了，我现在谁也不想见，反正已经请了容嬷嬷来教他们了，她定会帮我好好出那口气的。听说阿姑睡下了，便也不强求，直接走了。屋里沈夫人听见丫鬟回报说人走了，她又觉得这3人太敷衍，连装一装的样子都不做作，心底更来气了。沈老爷因为他身体不适，晚上也不来他房间了，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好不容易挨到快天亮时，刚迷迷糊糊睡着。阿姑，我们来给你请安了。阿姑，你起床了没？我们来侍候你起床梳洗。阿姑，你早饭在屋里吃还是去膳堂？我去让厨房的准备。阿姑，容嬷嬷说了，侍候阿姑早起是做儿媳的应尽之责。阿姑，我们今日要是没做到，容嬷嬷定会嫌弃我们不可教也。阿姑，这个时辰该是起床了，我们侍候了你，还要去听容嬷嬷上课呢。这3人莫不是来索他命的？哎呀，王嬷嬷，你让他们进来。阿姑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吗？说着就上手给他把脉。哎呀，阿姑，你这身体亏空得很呀，劳累过度，又忧思忧虑的，昨晚肯定没睡好吧？一听这话，不就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吗？这小妮子还真会看病呢。阿姑，是不是觉得现在头昏脑胀的，浑身无力？我这病严重吗？还好发现的早，阿姑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定能帮你调理好。只是什么？阿姑若想彻底治好，得吃上3天的药，然后诸事不离，每天吃好睡好，坚持3天，保证啥问题都没了。只要3天吗？对，只要3天，但必须是除了吃药就是休息，什么事儿都不要做，不要想。只是这3天府里的事情交给你们仨，能处理好吗？阿姑，你就不要起床了，你躺好，等我去给你接药，服了药你就好好的休息。至于管家的事儿，阿姑，管家的事儿我们仨太年轻，又是新来的，府上的事儿不熟，下人们也不一定听我们的，不如交给2位姨娘，然后在一旁跟着学，也就3天而已，正好还可以检验一下姨娘们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。孙姨娘还在闭门思过，那就辛苦赵姨娘3天。王嬷嬷，你去给赵姨娘传话，就说我说的，这3天府里的事儿由她协助3位少夫人管着些。阿姑，我们晚上再来给您请安。这3日请安也就免了，你们管好府里就行。新月，你给他吃的什么药？没什么问题吧？信不过我还是咋的？我给他吃的就是安神助眠的，吃了这3天，保证他睡得好好的。这一睡好了，精气神什么的啥都好了。行，信你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去会一会赵姨娘去。若男一进屋，小娘，你怎么了？走吧，去给夫人请安。王嬷嬷怎么来了？是夫人已经起来了，有什么吩咐吗？哎呀，
都是我的不是了，今日竟误了时辰了。赵姨娘不用着急，今日不用去请安了。为何？夫人有事出门了吗？夫人生病了，需要卧床静养。夫人让姨娘帮着3位少夫人暂管府上的事务。你和那孙姨娘虽说都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可你好歹是夫人母家的亲戚，这底气多少应该比孙姨娘足一些。你怎么总是这副畏畏缩缩的样子？依靠着夫人是没错，但你好歹争口气，压一压孙姨娘的风头，一天天的怕这怕那。你别以为夫人不知道，让你去监督少夫人们学规矩，你就装病。从今天起，你打起精神来，帮夫人好好的盯着。小娘，我们这是熬出头了吗？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，是吗？傻孩子，最是这种时候，最是考验人。再坚持坚持吧，等你出嫁了，你才能有出头之日。小娘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，你的未来还可以争取改变。这会儿时辰，你赶紧去陪着3位嫂子练习礼仪去。哎呀，赶紧去呀！小娘，我们讨了夫人欢心就好了，何必还要去讨嫂子们的欢心？若楠，眼光要看长远些。眼下是夫人当家做主，可以后夫人老了，掌家的肯定是少夫人们。等你出嫁了，你自然倚仗更多的是家里的哥哥嫂子。记住小娘的话，宁做小户人家之妻，莫做大户人家的妾。嫁个家世一般的男子做妻，以咱家的家世，只要你和娘家关系好，不敢被欺负了去，日子就好过多了。既然要讨好他们，那你为什么不去陪着，却只让我去？自然得你去。小娘这一辈子只能倚仗夫人和你父亲，你的哥哥们与我没有丝毫情分，而你不同，你是他们的妹妹，你和嫂子们感情好，哥哥那里就来往多了，这是你们之间的情分，自然得由你去维系。赵姨娘好。3位少夫人太客气了，请里面坐。进去坐就不必了，我们来找赵姨娘就是想给你说，夫人交代管家的事儿，我们仨肯定是做不了的。我们刚来，府里一切人事都不熟，更没有管家的经验，连规矩都还在现学，所以这几天管理府上的事儿就交给赵姨娘了。对，全交给赵姨娘，你也不用来问我们意见。我们仨最近还要好好学规矩，阿姑说了，得学好了，过几日的百花宴才会带我们去。最近就要辛苦赵姨娘了。3人说完就告辞了，说是急着去进新斋，容嬷嬷还等着他们，就这样走了。他们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吧，寒暄一句都没有，这把担子就实实在在的全砸在了自己肩上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你去挣钱，我来花，好姐妹啊，不分家。你想想那些网红，为了嫁明星嫁有钱人，还专门花钱去上名媛培训班，咱们这又不花钱，免费学。我们这是在职培训，学好了升职加薪。你们真是会安慰自己啊。容嬷嬷直接就开始教习内容，刘关张也不含糊，认认真真的学习。请少夫人谨记。好不容易挨过上午的2个时辰，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候。少夫人们多担待，平时这些事情都是夫人交代好的，我也不懂，只让厨房按照夫人的规矩做。要是不合少夫人们的口，晚饭的时候少夫人想吃什么，可以直接吩咐厨房就好了。赵姨娘误会了，这菜很好吃，女子为了保持身材就得吃清淡些，对吧，2位弟妹？对，多吃素菜好。想让我们因此参与管理家务，想都别想。中午没肉就没肉好了，反正晚上会有的。姨娘，我等会儿出府一趟，去医馆给阿姑抓药，借机出去逛逛。抓药让府里的下人去就好了，你是少夫人，不便为这种事儿出门。姨娘说的对，这事儿本可以交给下人去办，但是我们作为儿媳，阿姑生病了，我们心不安，总要做些什么尽一尽我们的孝心。姨娘放心，我和2弟妹陪着3弟妹出去，不会有什么事儿。可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还是去禀报一下夫人吧。姨娘忘了，阿姑生病了，说了不让去打扰她。姨娘不必太担心，我们是去给阿姑抓药，很快就回来的。说完，3人就扬长而去。小娘，
你去夫人院子里看过了吗？夫人是不是真病了？严重吗？我虽没进去亲眼看见，但找了一个平素能说上话的丫鬟问了，夫人确实病了，吃了三嫂子配的药，睡得十分安稳。王嬷嬷呢？守在夫人房里的，要不要我去和王嬷嬷说一声三位嫂嫂出府的事儿？暂时先不要说，这样吧，你也出府一趟。我也出府。赵姨娘将她拉到身边，凑到她耳朵的小声说了几句。这样做能解决问题吗？只能试一试了。唉，都忘了，这世界不能手机支付，更不能刷脸。我们也没手机啊，主要还是习惯没改过来。之前都是丫鬟跟着的，这会儿就我们仨，傻眼了。可以刷脸啊？怎么刷脸啊？我们上次回门那天去过的店，还记得吗？当时沈老三说的，我们那天买了那么多，算是大主顾，掌柜的肯定有印象。而且咱们是沈家的女人，应该会给个面子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很丢脸啊？出门钱都没有，还赊账。说不定这大户人家都是这样，毕竟谁出门带那么多银子？那银子死沉死沉的，又不像后来的现金，轻薄又不占地儿。你们掌柜呢？可以叫他出来一下吗？我们掌柜的午休去了，1个时辰后才来。客官有什么需要，直接跟我说就是了。三人觉得特别尴尬，灰溜溜的出了门来。还找我们掌柜？找掌柜的来就以为能买得起？穿得像模像样的，却心术不正。算了吧，逛一逛就回去了，下次吸取教训。出来一趟不买东西，好歹吃个小吃，喝个甜水什么的，就这样回去了，岂不太亏了？啊，快看！天香绸缎庄，你再看那牌子右下角有2个小一点的字审计，咱家的自家铺子，找人拿点银子花应该没问题吧？我们是沈府的少夫人，逛街的银子花完了，先支一点给我们，回头到府里找少爷补给你。夫人说是咱府上的少夫人，可有什么证明？这拿什么证明？身份证、结婚证好像都没有。咋的？还怕我们骗你不成？要不这样吧，夫人到里面坐一坐，我派人到府上跑一趟。这样一闹，到时候不就整个府里都知道他们3位少夫人出门没带钱，还到铺子里借钱，那脸可就丢大了啊！算了，等你跑一趟，我们自己都回去让人拿来了。夫人们不急，我派下人骑马去报信，很快就回来。哎呦，这3人怕不是冒充的吧？掌柜的这是何意？想强留我们？夫人说笑了，既是咱们沈府的夫人，咱自然该好好招待。来人，请3位夫人里间喝茶。这几个光有肌肉，脸是都不咋好看呐。快让开，让开！沈家的公子来了。这下好了，沈家少爷来了，就知道这3人是不是骗子了。相公，我在这儿。沈朝北，看看你家这些下人怎么对待我们的。让他们退下，是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3位少夫人了。不怪掌柜的，他是不认识我们，所以把我们当骗子了。大嫂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们出府本是要去医馆给阿姑抓药的，结果出门发现忘带钱，就想着到自家铺子借一点。娘生病了，怎么让你们出来抓药？掌柜的，起来吧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你这么做也是职责所在。这会儿你去看看外面的人都散了没？怎么回事？出门怎么没有人跟着？哼，怎么大哥也要来审问我们一番？人人都以为我们嫁给沈家过上了好日子，结果出门身上连银子都没有，你们不应该反思一下吗？哎呀喂，这人平时不怎么说话，一说就是甩刀子呀。我以为你沈老三的名号多响亮，结果啥也不是，报了你名儿都没人搭理我们。我回去再和你说啊。刘婉云可不敢这会儿解释，若是他们得知自己有1匣子银子没带出来给他们花时，估计矛头立马就变了。他俩能当着这3个男人的面把他给撕来吃了。昨儿个才给了自己1沓银票，说是自己的私房钱，还说过段时间给他买2个铺子当做他的嫁妆，看在钱的份上，他怎么也得给男人在外面一点面子。沈家的3个男人便各自领了自家女人回了府。这夫人刚一生病，少夫人就跑出府，还被3位少爷给抓了回来。这才成婚几天，如此不把夫人当回事儿。小门小户的，就是不懂规矩。你守着门口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去。我去一趟大少爷的院子。娘子在府里不用那么小心谨慎，一切事情有相公给你担着。东哥，你真好。对于赞美之词，他从不吝啬。男人总是喜欢被夸奖、被崇拜的，甚至比女人更喜欢甜言蜜语。网友云：一个吻，一句赞美，就能让男人徒手掰2亩玉米地，动动嘴皮子的事就能皆大欢喜，何乐而不为？
王嬷嬷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姑醒了吗？身体有没有好些？回少爷，夫人早起吃了少夫人们煎的药，一直睡到现在还未醒。我想请大少爷再找个大夫看看，毕竟三少夫人年纪轻，医术可能欠缺一些，万一……拿了我的牌子，去请城里的谢大夫来看看吧。相公，我们叫上二弟三弟一起去看看阿姑吧。大嫂，你什么意思？三弟妹，急什么呢？这话又不是我说的，我和你们大哥就是说去看一看，又没怀疑什么。怀疑什么？我难道敢在阿姑的药里动手脚？我还没那么傻。再说了，煎药的时候二嫂和我一起的，要是有问题她也脱不了干系。我就在旁边看着你弄的，啥也没动手，你可赖不了我身上。别是医术不过关，又要硬充能人，吃错药可是要人命的。这三人不是一向挺好的吗？怎么一下子就剑拔弩张，各自为营了？而且这事儿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吧？娘子，别激动嘛，去看看不就好了？咱们清者自清。哼，你这话就是摆明了不相信我。看就看，若是没事儿，你们通通都给我道歉。娘，你醒醒，醒一醒。沈夫人缓缓地睁开眼睛。怎么回事？可是你们父亲出事儿了。娘，你说什么呢？父亲好好的。那你们一群人这副神色，守在这儿干嘛？莫不是以为我怎么了？阿姑，你觉得舒服一些了吗？身体可有哪里不适？没有不适，觉得精神也好了许多。看不出来，你还真有点本事。哼，阿姑还是别太信我，小心把你医死了。娘子说什么气话？你是天底下最善良最美丽的女子。起开，等谢大夫来了，看完阿姑我再和你说。现在什么时辰？你们仨怎么回来了？回夫人，这事儿怪我。夫人病了，三位少夫人要亲自出府去抓药，我担心的不行，既怕夫人的病有什么差池，又怕少夫人们出府后的安危，就擅自做主，让若男去通知了三位少爷。你们……谢大夫来了，夫人怎么样了？夫人，你怎么一下就病了？夫人，你总算醒了。留下1、2位陪着就好了，其余的人请到外面候着。沈长北和我留下，你们都出去等着。没事儿，你也出去吧，我留下。现下被赵姨娘一顿操作，他们三人出府抓药，皆因一片纯孝心，还有自家男人做背板，估计挨训都免了。小娘，大嫂子会不会怪我？不会。白莲花道歉。姐妹，你这戏瘾不是一般的大，颁个奥斯卡女影帝给你，行不行？对不起，三弟妹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们说话不当，你大人大量，不要计较。咱家有个女大夫，真是厉害了。老三，你可是捡着宝了。那是我娘子天下第一厉害。娘子，别理这群人，他们都是狗眼看人低，不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谢大夫，劳烦你再帮我看看，我那儿媳上午给我吃的药方，可还能接着吃吗？都看了看，然后表示没有问题。不需要换方子吗？不必了，就用少夫人开的方子就好，吃上3天就没事了。你再多管几天，让夫人多休息一阵。赵姨娘若是觉得管不好，那就直接让婉云他们3人管。对，就让小雨和大嫂他们管，反正早晚要学着管家的。要是有什么处理不了的，再去请示母亲。怎么回事？咋还给揽活呢？招呼都不打的。不，我们最近还要学习礼仪呢，没有时间管家，我们也没管家这个本事，让赵姨娘多管一阵。家务事干得多，又累又不讨好，谁爱干谁干去。吃过饭，沈老爷自己主动回了沈夫人房间，就寝时轻声问：你是不愿意管家，还是害怕管不好？都有。今天你们是自己要出府抓药吗？还是赵姨娘让你们去的？当男人稀罕你时，啥都能帮你想周全了，不稀罕你时，上吊了都还以为你荡秋千。是我们要去的，赵姨娘还劝我们来着，让下人去就行。是我们想尽一尽孝心，在家的时候，我爹娘若是生病了，我都是亲自去给他们抓药。虽然到了沈府有这么多下人可以差遣，但总是觉得自己去办更放心。自有心了，慢慢习惯吧，不用事事都亲力亲为的。不过赵姨娘那里还是少和她来往些，因为2位姨娘的存在，母亲才脾气不好，经常和父亲闹别扭。虽然她表现得很疏离，实则还是很在乎自己母亲的。好的。娘子，今晚这么迫不及待了吗？她主动送上吻。相公，你等等，
咱们玩个游戏，今晚我来伺候你。相公，说好了，你要配合我，不能生气哦，帮你满意的。婉云，哎，相公，折腾了大半宿，第二天自然是不能按时起床的。三人掐着上课的点来到静心斋。阿姑早上好，赶紧开始上课吧。阿姑，这2天不处理府里的事务，是不是觉得轻松多了？瞧你们没出息的样儿，还不是因为你们仨没本事，只能交给赵姨娘。阿姑，你没发现阿翁因为你生病对你好了许多，生怕你再累了吗？阿姑，咱们女人不必那么要强，累的是自己。你们懂什么？这沈家的当家主母岂是随便一人就能胜任的？她一切事也就让她帮衬这2天，若是让外人知道咱家是一个妾室做主，不得笑话死了。主母还是你啊，府里的小事儿就让他去安排，大事儿还是你做主不就行了？什么是大事儿，什么是小事儿？反正吃喝拉撒的都是小事儿，你就负责决定处理对外交际，管理好钱就行了。多余的时间你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阿姑，昨儿我们路过咱家绸缎庄，那生意可好了，咱们过几天不是要参加宴会吗？要不要做一身好看的衣服呀？唉，这儿媳也就这点出息，这个自然是要的。下午就让绸缎庄的掌柜来一趟，给大家都做一身新衣服。阿姑，要不给容嬷嬷也做一身吧，算是感谢嬷嬷对我们仨的尽心教导。这个自然，不用你说，我也是会安排的。太好了，有新衣服穿了。唉，这儿媳也太小家子气了，有个新衣服都能高兴成这样。给夫人少夫人们请安。你们年轻眼光好，去挑选吧。吴掌柜，有带衣服样本来吗？有，自然有的。没有其他样式的吗？就这些了，不知少夫人想要什么样式的？你看看这个能做吗？这个做是可以做，不过这是什么奇怪的样式？胸口还露一块，丢不丢人？哎呀，阿姑，咱们做绸缎庄的思维不能固执，得有新意，要创新，这样才能引领潮流。话是没问题，但你这造型未免太出格了些，你还是在吴掌柜的样册里挑几个款吧。阿姑，你思想太古板了，这衣服就领口露了一点，再说了，不还有披肩吗？能遮住的。吴掌柜，这布都多少钱一匹啊？价格不一，普通的几两，贵的几十两。我那天看咱铺子生意挺好，一个月能卖不少匹吧。天香绸缎虽是沈记绸缎庄新开的，但是因为出的成衣款式多，样式又好看，生意一点不比先开的几家铺子差，一个月能卖1000匹左右吧。1000匹，一匹平均10两，那就是1万两银子。Oh my god！ 可是沈长富每个月让账房送来的却不到吴掌柜说的一半，这让他心底很不是滋味。阿姑，我选好了。行，你们仨就下去量尺寸吧。这次的衣服吴掌柜可得用心做，我们要去参加县令夫人办的百花宴的，做得好看了，也算是给我们绸缎庄做宣传了。这县令夫人办百花宴，城里不少夫人小姐都回去，那几家绸缎庄应该都很忙吧，所以才派了你来。回夫人，天香绸缎庄虽是新开的，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生意比最老的2家好很多。那2家的布料和款式都不够新颖，那2家店铺是有许多老主顾，售卖的是简单大众的款式，经济实惠的布料，主要是服务于普通家庭。后面的谈话就没什么意义了。阿姑，府里2位妹妹的衣服也是要一起做的吧？她们的尺寸不用量吗？妹妹们和我的衣服常做，尺寸都是有的，报给吴掌柜的就好了。阿姑是不用再量，妹妹们还在长身体，那尺寸可是会有变化的，高了胖了什么的很有可能。只是沈夫人此时心里有事，听在她耳里就觉得她不开窍，故意找茬，给你们仨做了就行了，还管府里什么妹妹不妹妹，又不是你亲妹妹。要不要再把姨娘的一起做了，显得你这儿媳多贤惠，话不多的二儿媳可人多了。大儿媳嘴巴甜，但牙尖嘴利的，一肚子坏水。三儿媳直愣愣的，该说不该说，张口就来。王嬷嬷，派人去传2位小姐过来。你2人为何还不走？婉云呢？你们仨出门不都经常一起的？大嫂去金心斋学礼仪去了。
瞎唧唧，那你俩还处在这儿干嘛？现在时辰尚早，还可以学半个时辰，赶紧去。大少夫人吉祥，那天的事是吴某眼皮子浅得罪了，幸得少夫人大人大量，不予计较。吴掌柜言重了，你也是无心的，不怪你。这画稿我留着也没用，玄似吴掌柜可以参考一下，发挥一些灵感，用一些轻薄飘逸的布料，做一些新颖的适合夏天的款式，或许会成为当下的时兴。到时候我和另外2位少夫人参加宴会时就帮你宣传。然后便走了。走吧，回去有的忙了。大嫂，你们这是要逛园子吗？对，趁着夏天还没来，天还不热，出来赏花。大嫂是要去静心斋吗？是，咱们可以一起走一段。过几天仙灵夫人的百花宴一定会有很多品种的花欣赏，可以大饱眼福。只是这种大场面我都没经历过，到时候你们可得提点着我们仨一些。之前是去过几次，今年不一定会去了。为何？母亲还未曾交代让我们准备，想来今年是不带我们了。这不是还有几天呢？阿姑不是这2天生病了吗？可能没来得及和你们说。对了，你们刚才不是从厢房过来吗？应该是去量了尺寸吧。吴掌柜的今天来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参加宴会的衣服的。大嫂，听说女院里搭了秋千，还将园子里的八仙花搬了不少去，一定很漂亮吧？我们可以去看看吗？大嫂，我很佩服你呢，会养花，我院里的花老是被我养死。招娣这人属于有口无心之人，并没有什么坏心眼。我更佩服你呀，把花养死了都还继续养，多有毅力呀！哎呦，我哪有大嫂说的那么好？算了，何必与这种没心没肺的人计较。好了，我要去静心斋了，你们慢慢逛。招娣，你说刚才大嫂拿了什么给吴掌柜？搞笑，真是搞笑。你要想知道刚才为啥不直接问大嫂，我又不是火眼金睛，你都没看清，我咋看得清？大户人家的庶女难免心思多一些，不过都是为了生存。这些基本的礼仪我都讲得差不多了，还需要少夫人们时刻记着，日常多加练习。剩下的2天就教你们一些插花、煮茶等技艺。当然，这些东西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透的，只能教个样子，还得你们自己仔细揣摩。娘子，没有什么要和我分享的吗？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和大嫂、3弟妹一起落过水。小雨，这么糗的事就别说了。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是不小心落水，又不是想不开跳水。不过我们仨还真是有缘分，竟然在元宵节那天一起落水里了。现在想想真是好笑。你们仨不会是在玉带桥掉的水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那天也去了吗？是，我们也去了。那天玉带桥有灯会吗？我们不光去了，我们还后来呢？后来自然是被人救了。知道谁救你们的吗？不知道。若是知道了，我就以身相许了，还有你什么事儿？娘子，来，我告诉你，娘子当时可也这样想的。我当时不知道谁救的我，但是后来巧儿告诉我，那天救我的人有些像……不用怀疑，就是我。救上人来后，3人就走了。所以在醉仙楼看见垒帽下的关小雨，立马就决定是他。除了沈老二知道自己救的刚好是自己娘子，沈老大和沈老三是不清楚当时救的谁。你当时救人时可做过什么违礼的事？自然没有。那若你救的不是刘婉云，而是张馨月，你会嫌弃他而休了他吗？不会。在沈朝东的心底，既娶了人家做妻子，就要对人负责。你干什么？一个大男人凭力气大欺负女人，算什么本事？简直就是泼妇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不过就不过，我明天就回娘家去，给你的妹妹挪地儿。沈老三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还不去追？他咬了我，他还来劲了，不去。好得很，既然张馨月要回娘家去，我们明天也回去吧。既是一结金兰，自然得奉陪。和你的兄弟好好过吧。让你一天天口无遮拦，张嘴就来。娘子，你这是干嘛？都不过了，我留这儿干嘛？给你的心上人挪位置，我去偏院厢房睡。娘子，你别，我哪儿就有心上人了？你就给我胡乱按罪名。干什么？娘子，我错了，你别闹。谁跟你闹？让开！这屋里就一张床，我们6个人怎么睡？隔壁还有一个房间，让他们仨过去睡。
咱们仨总算又住一起了，感觉回到了出租屋的日子。还是小雨的肩膀靠着更踏实。我这左拥右抱的是挺不错，就是咱们下次想聚一起，要不提前商量一下，找个宽敞些的地方。机会稍纵即逝，这不是临时起意吗？过2天咱们把静心斋收拾一下，以后就在那里做据点，但凡是不乐意了，咱们就上那儿自己 happy 去。好主意好主意，那地儿大，刚好是他们3兄弟用过的地方，后院还有3张小床，太完美了。啊，你们跟着我跑了，你们男人不会去做我男人吧？应该会。干什么？你们俩干什么？谋杀亲弟弟啊？你是不是不行，连自己女人都哄不住？大晚上的好日子不要，非要独守空房，连带我们跟着你受罪。二哥，你说什么呢？谁不行？谁不行？我看你才不行。我看你小时候被揍得太少，你们女人跑了关我什么事？关我事，我的错。大哥，咋整啊？要不我们一起去赔罪，然后请他们回来？算了，我看他们是铁了心，3姐妹要今晚一起过夜，就随了他们吧。要是动静闹大了，把母亲惊动了就不好了。一个个的没出息，连自己女人都拿捏不住。沈家3兄弟回到自己院里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婉云把它当空气一样的，很满意的就出门了。要是你下午早早的来接我，我或许可以考虑晚上回屋睡。接，一定接。娘子，以前宴会上见到的那些小姐，没有一个入我眼的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娘子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即便和人交谈了2句，那也是正常社交，总不能连话都不和别人说吧？那也太不礼貌了。娘子，我承认之前是有1、2个爱慕我的，但是我从不主动搭理他们的，从未私下接触过。娘子，我错了，昨晚你不在，我都睡不着。你且等着，我今天去完宴会就知道了。娘子是宁愿相信别人的话，也不相信为夫，太伤人心了。娘子，我错了，你别走。娘子，你看我手臂和腿好几处都青了，还有屁股也肿了，我被大哥二哥揍得好惨。活该。娘子，你心疼我呗，你要真回娘家，我肯定被他们打死的。合着你是害怕挨打，也不是真心想我留下。冤枉，娘子，我更怕你不爱我。你个混蛋，你放开我！抱住了他。娘子，亲一个，昨晚你不在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沈朝北，你别用这招，别逼我又咬你啊！怎么了嘛，亲一下都不行？我打扮得好好的，等会儿就出门了，你给我弄花了，我还得重新弄。你别啊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别回娘家去。谁说我要回娘家了？我要去百花宴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这衣服也别收了。你给我放下，那是我带出门的。娘，我今天也要去。胡闹，天天守着女人像什么话？该干嘛干嘛去。还有你俩，赶紧去铺子上忙。我等会儿来接你回娘家去。不行，我得跟着，不然我娘子跑了怎么办？百花宴都是夫人小姐，你一成了婚的男子去干什么？那不也有男子去吗？万一看上我月儿怎么办？要点脸，青天白日拉拉扯扯的，像什么话？你月儿一已婚女子，谁会看上她？我家月儿这模样，今天打扮的又这么漂亮，要不说谁能看出来这是已婚的？不行，我得去，我跟着当马夫，当随从也行。你滚一边去！说这话你假不假？恶心不？沈老三最终被驱赶走了。一天天的净哄的男人胡闹，你看看这像什么话？娘，你别说我娘子，还有你带出去了，得好好给我带回来。知道了，赶紧走吧，注意安全。这儿媳是说不得一点，说了就得出问题。罢了，闭嘴啊，不准笑。呀，我就笑，你男人好爱啊！我月儿这么漂亮，跑了怎么办？万一跑了怎么办？我要去当马夫。要命了！刘婉云，你要死了！我男人爱我，说明我御夫有术，总比有些人好。做梦都在喊东哥抱抱。哎呀妈呀，睡着了都在想男人，缺了男人活不了。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，谁怕谁呀？好姐妹，谁手里还没点彼此的料？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你还叫人家三郎？你胡说，谁告诉你的？你男人自己告诉沈老二的。死老三，太不要脸！王嬷嬷，去让他们小声点儿，太不像话了。你俩可别学他们仨，像个乡下来的野丫头似的，大呼小叫的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如今你们都及笄了，该谈婚论嫁了。不像前2年还是小姑娘，一言一行都得端庄矜持，
这可是代表了沈家的家风。是，你们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去了后，该吃就吃，该玩就玩，别私自到处走。沈夫人，你总算到了。陆夫人，好久不见，是越发年轻了。你这都是怎么保养的？哎呀，沈夫人你太会说了，哪儿有什么年轻哦，都快满脸褶子了。哎，倒是你，今儿这一身衣服太好看了，衬得你像个大姑娘似的。沈夫人今儿这身衣服看着真是年轻啊，这是你们绸缎庄新出的款式吧？回头我们也去买2件。这是我儿媳妇儿给我挑的，非要我穿成这样。哎呦，这是沈夫人的3个儿媳吧，一个个的还真是标致呢。这打扮，沈夫人真是好福气。果然是人靠衣装啊，这一打扮哪儿还像是普通人家出来的小姐。这位嬷嬷说的可太对了，你这衣服一穿也挺像个夫人的。不可胡言，这是主簿夫人杜夫人。你这儿媳嘴巴是个厉害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是陆夫人家的嬷嬷。杜夫人，你大人大量，原谅了小女子孤陋寡闻，没见过世面。我家是低就低，也不吃你家大米。你看不起就看不起，用不着当面嘲讽吧。你看不起我家世低，我还看不起你，像个狗腿子似的，跟在陆夫人身后呢。哼，果然是小门小户的，家教就是不好。这长辈说话哪有你这样插嘴的？沈夫人，你这儿媳可得好好调教调教。夫人说的是，我父亲也常教育我，做个有教养的人。聊天时要尊重他人，不可随意揭人短，更不可随意指责或挑拨别人家里的事儿。哎呀，杜夫人，你就不要和这小辈一般见识了。人年轻不懂事儿，说话没有高矮的。你大人大量。走吧走吧，咱们也别一直站在这儿说话了，到里面去。今年陆夫人府上培育的那些花比去年的还多，还好看。一起走，咱们老姐妹好好的唠一唠。谢夫人，你也请。我们这身衣服要是拍写真，那简直美爆了。是沈家妹妹吗？陆姐姐、郑姐姐、周姐姐，你们好，2位哥哥好。陆姐姐，她们是我的嫂嫂，这是大嫂，这是我2嫂，这是我3嫂。我就猜到了，看这打扮，应该是沈家3位少夫人。想不到我们眼光都如此好，喜欢的衣服都差不多，能和陆小姐喜欢一样的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我在家时就听若楠说了，陆小姐可是普宁城最会穿衣打扮的了。我啥时候说过这话了？少夫人太会说了，走吧，我带你们院子里逛逛。若楠，你过来。来都来了，开心点了。既然改变不了，那就接受现实。所以我何必去做那无谓的事儿，等着被安排就好了。这可不像我们招娣小姐的性格，不应该努力去争取吗？大嫂取笑我了，我有什么能力去争取？一个庶女，母亲也不得宠。别妄自菲薄，那赵姨娘给阿姑下药，不就是你撺掇的吗？大嫂说什么呢？招娣不懂。没事儿，招娣，我理解你。你小娘并不把你的婚事儿当回事儿，她只是希望你嫁个家境好的。不管你是做妻还是做妾，也不管你喜欢与否，会不会过得好。但赵姨娘不同，她有想法，也处处替女儿想。所以你故意在她面前说一些话，激起她行动，然后将老爷想把你们许给人做妾这事儿捅开，让夫人带你们出来，为你们做主说亲。大嫂，其实我没有证据，我只是猜的，因为你前段时间很不正常，加上你故意让你3嫂听见你和丫鬟谈话，我就觉得会不会你也是知道你父亲的这个想法，但你又是没办法，只好利用赵姨娘。毕竟如果没有人激励他，我估计他是不敢轻易去反抗夫人的。大嫂，你们这是……我是个恶毒大嫂，把我们漂亮的小姑子气哭了。大嫂，你说什么呢？对，就这样，多笑，笑起来多美。我看那郑家和周家的2位公子不时地往你这儿看，你觉得他俩怎么样？
大嫂可别瞎说，那2位公子看的可不是我，是你们仨。你们这打扮，今日可吸引人眼球的很。你才瞎说，你个死丫头，我们都是已婚的女人，这话传出去，回家你3个哥哥得揍我们。我3哥都说了，三嫂打扮成这样，谁能看出来是个已婚的？沈家的少夫人性子还真是爽朗，可不是嘛？那嘴巴还厉害得很，沈夫人可有福了。我这3个儿媳，除了家世低一些，其他是没法说。前段时间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，给我们家3个儿子造谣，说身体有疾，就我这3个儿媳并不信以为真，愿意嫁来我家。3个孩子虽性子野了点儿，但都是实在的好孩子。沈夫人，你家公子都娶亲了，你家那2个女儿也该说亲了吧？哎呀，我那2个庶女，样貌才学和各位夫人的小姐们那是没法比，也不知有哪家夫人能看得上。我看2小姐倒是个安静的，看着不错。谢夫人家的儿子也是一表人才呢。你会什么？都学得不太好。哼，我不信啊！招娣会画像吗？这个，走，你给我们仨画一个。不会，我们得一直站这儿吧？应该是吧。这感觉一直傻站这里，还这么多人看着，太无趣了。要不回家了，让招娣帮我们画？啊，好像也是哈。你俩能不能别跟我争？等我画完了你们再来。行行行，你是大嫂，你先。妹妹，我来帮你研墨调颜料吧。这沈家的2位小姐关系挺好，挺和谐的，可惜是庶女。你看她俩这周身打扮，和那3位嫂嫂可差太多了。若楠，你想让招娣给你画像吗？给我画，可是你不是喜欢我做的那身衣服吗？我把它给你穿了，你来坐这儿，让招娣画。这个，他们不是都觉得你们姐妹俩的装扮还没3个嫂嫂穿得漂亮吗？你要换上那件，肯定惊艳所有人。这里没有人穿那个款式。她这衣服款式从未见过，是他们家新出的吧？挺别出心裁的，挺好看的。就是那领口的位置稍微露了些，那披风一扣也看不了多少，我觉得还行啊。这样子一看，这沈家大小姐长得还挺不错的，还真是人靠衣装啊。我倒觉得那2小姐更有气质，看那架势有点画画的功底，是个才女。只可惜啊，是庶出。这位兄台就肤浅了，庶出咋的了？你看沈家那3位公子娶的还是普通人家的女儿，这模样这气质，加上这身打扮，看起来不比这些大户小姐差。别说啊，要我有沈家那家底，也不在乎娶的妻子家世如何，长得好看，自己喜欢就行了。收敛点儿，这不是我们那时代，你这样小心被说你水性杨花，不守妇道。有个人表哥马粪。表哥不会是对你想啥呢？我是觉得他家应该没那资格来参加这宴会吧，有些好奇。你不是说他在县衙谋了一职位，莫不是县令大人让他来这儿帮忙的？有可能啊。你们刚才说什么表哥？等会儿回去说。带你们来是让你们多结识一些夫人，以此维护与各家的关系，交流一些信息。你们仨倒好，还以为自己是未出嫁呢，和那些姑娘打堆干什么？没点正事儿。阿姑，你可冤枉我了，我那是为府里2位小姐出谋划策，争取嫁个好人家，到时候他们的夫家和咱们不就可以互帮互助吗？你还出谋划策呢？我还没说你呢。你什么时候让人把那衣服做了出来，还给若男穿上的？想什么话？阿姑，你关注的点不对，你没瞧着那些小姐们对那衣服感兴趣的很，这可是商机。咱绸缎庄是唯一做这种款式的，你想想，到时候那些夫人小姐都来购买。你就会这些歪理。这衣服他们真的很喜欢，我们这儿还有2件，待会儿打算给招娣1件。阿姑若不信，你把另1件给陆夫人家的小姐，你看她穿不穿？旁边一直关注招娣画画的小姐和公子，沈2小姐，这画画功底真是了得，完全是栩栩如生啊。这画的也太美了，我也想要。2小姐，能给我也画一幅吗？我也想要，给我也画一幅。我有备着衣服，换自己的就好了。这是新的，你那天见过，我们没穿过的，
送给你。我知道姐姐们的好意，是见着我和若男今日的打扮比不过那些小姐，想让我们引人注意。可是你在意的点是什么？不想和若男穿一样的，还是觉得不想以貌示人？都有。傻妹妹，你的想法我都能理解，我也有过这样的困扰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第一，这衣服款式是一样，但是因为颜色上的差异，穿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不算穿一样的衣服。第二，女为悦己者容，你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了，更能让人赏心悦目，既让欣赏你的人开心，也让自己开心。真正的自信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，而不是纠结这些外在的细节。衣服放这儿了，你自己考虑要不要穿。我们先出去了。你为什么要管他们，还把这衣服都给了出去？关小雨反问一句，你不觉得我们今日太打眼了？说明我们家有钱，眼光又好，长得又漂亮，穿张扬点儿怎么了？招娣要是有你这自信就无敌了。你忘了我们已婚了，穿的比那些小姐都好看，抢了他们的风光终究是不合适的。那衣服让若男和招娣穿，同样能达到宣传的效果，还能帮了他们。你没发现阿姑其实也有些期待着这衣服的反响？我感觉她最近对绸缎庄的事儿有些上心了。行行行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那衣服送了就送了，后面咱再做新的。不过你们刚才说的什么表哥的事儿，你还没和我说呢，赶紧的。大嫂，谢谢你。还有他们，回府后我给3位嫂嫂好好画一幅画像，正面的那种。没意思，啥时候能走？但所有人都下席了，若是主人家没再安排什么节目，略坐一坐就可以走了啊。那还不得至少还要1个时辰？好想出去逛街啊！要是有电话就好了，我就给沈老三说赶紧来接我走。什么？三嫂的意思就是能隔空传话就好啦。三嫂和三哥感情真好，就这一会儿就开始想了，去跟陆夫人告别，然后赶紧走吧，我们等会儿再走。沈家哥哥，好久不见呀！沈朝北，看着我还不来迎接，聊什么呢？聊得那么起劲儿，是不是看着这么多妹妹围观，热血翻滚？沈家二哥哥，恭喜你新婚快乐呀！二哥哥，挺享受被人叫二哥哥呢。二哥哥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娘子，你听我说。娘子，你先听我说。娘子，你男人有人喜欢，说明你眼光好。我以前都没见过你。娘子，他喜欢是他的事，我又不喜欢，而且我已经娶了你，对你是忠贞不二。他再喜欢也没用，他就是吃不到葡萄就故意在那儿放屁，膈应吃到的人。娘子，你笑了就是不生气了？你看我准备了好些礼物呢，咱回云鹤武馆去看岳父岳母去。怎么回事？这儿媳不是旺夫的吗？怎么一起出门还受伤回来了？小雨，你也别生二弟的气了，那顾小姐故意叫二弟，就是为了膈应你们俩感情的。你俩都是夫妻了，根本不用理会。大嫂说的是，我和他根本就啥事儿没有。你说说，你们这是年轻啊，为这点子事儿也值得生气啊！阿姑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这朝东三兄弟以前的感情之事，我们可以不计较，但这以后若是再和别人牵扯不清，发生些什么情感纠纷，那我们可是一点都容忍不了的。到时候这沈家夫人不做也罢，所以我们绝不容许他们纳妾。若是你们生不出孩子来，也不能娶，那沈家岂不是会绝后？我们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怎会生不出孩子？要是真生不出，那也是你儿子有问题。这是和田玉的吧？这一副麻将若是带回现代去，那就是古董了，得值不少钱啦。唉，不管啥时代，有钱人的生活就是爽。咱们搞点这些东西藏起来，等啥时候能穿回去了，就一并带走，到时候就发财了。清醒一点，我们是借人家身体穿过来的，回去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灵魂回去。你们觉得能带啥？算了，还是得过且过，找人来打麻将更实在。大嫂，这麻将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竟不知你们还有这种娱乐，还挺有意思。这个也不是所有人都会，是我娘教我的，说是她娘家那边的，然后我再教给你二嫂三嫂的。哎，对，我们也不会，跟着大嫂才学的。打了差不多1圈，就有下人来传话，说是夫人让他们都去前厅。
说南，昨天我们走了后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和嫂子们分享一下呀？没什么有趣的，我不信。要没什么，你刚才那眼神看招娣干嘛？快说来，我们开心开心。就是那谢夫人向母亲打听招娣的八字来着，然后谢家小姐还说过几日府上办宴会，请招娣去玩，所以我猜是不是谢家派人来提亲了，让我们都去前厅。姐姐说什么呢？妹妹不要害羞啦，昨天你在宴会上表现那么优秀，有人来提亲很正常的啦。别人打趣我也就罢了，你可是我的姐姐，那谢公子的为人，陆小姐岂不是将他知道的都告诉了我们？那人就是一个纵情酒色场所，成天在街上寻衅闹事的泼皮，岂是可托付终身之人？那是陆小姐说的，不一定就是事实。而且母亲不是说男子婚前大多不着调，等成了婚一约束着就好了。你看三哥哥不就是一个例子？你觉得可以，那就把你的想法告诉母亲去，别拉扯我。还有提醒一句姐姐，这些话我们姐妹间说说就罢了，千万别在外人面前聊起，不然别人还以为我们沈家的女儿多么恨嫁，什么人品的都不嫌弃。嫂子们，你们先去前厅，我洗个手就来。你和三嫂说说，你三哥哥以前都干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？三嫂，我刚才一时着急说错了。哎呀，你自己晚上回去逼供沈老三去。若男，你过来和大嫂一起走了。若男，嫂嫂告诉你一句话，男人如衣服，姐妹如手足，衣服可以换，手足不可断。你看我和你二嫂三嫂关系多好，有什么事儿都可以互帮互助的，切不可为了男人之事而伤了姐妹感情。要知道成婚后有个姐妹时常来往，那日子才有盼头，不然天天窝在家里多憋屈多难受。把刚才说的再给少夫人们说一遍。今天铺子里来了4-5个夫人小姐，想要少夫人画稿上的那种衣服，我想这画稿是少夫人给的，自然得请示一下，是否可以供我们铺子上外售。这用倒是可以用。我先问你们几个问题，吴掌柜，来询问的那几人是夫人还是小姐？都是夫人，不过好像全是要买回去给家里小姐的。这事儿你给老爷汇报过了吗？未曾，小的原想着等得了少夫人首肯，再去和老爷说这事儿。那这事儿你就先不要告诉老爷了。好的，夫人。若男、招娣，你们对那衣裙的感觉怎么样？面料、款式、穿脱、颜色搭配什么的，都可以说一下。陆小姐对这衣裙是个什么评价？她觉得面料差了一点儿，其他倒没说什么。婉云，那画稿能再给我看一下吗？这衣服真的好看，你们都喜欢？行吧，不过我看这画稿画得挺粗糙的，婉云能否重新画细致一些？这种风格的还有没有别的款式，也画出来一些备用。若是那些夫人再来问，你就说咱们铺子里正在筹备这款衣服的成衣，1个月后可直接到店里来选，先吊一吊他们的胃口，等少夫人将画稿重新画过，再给你送来。沈夫人便跟沈老爷说，城西的那2家绸缎庄，她要收回来自己管。那铺子我管理的好好的，你每月负责收钱就行，又何必费那个神呢？再说了，如今这府里添了好些人，管理府上的事都跟你忙不完了。不妨事，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，就是我打算将府里的事儿一点点的交给婉云他们3人来管，让他们锻炼起来，好早日接手管家。这个好，府里的事你就交给他们年轻人，你呢就天天打叶子牌、赏花听曲儿，或者约着夫人们宴会也行。铺子你就不用管了，我替你管着。你为何要拦着我拿回我的铺子？莫不是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能做什么？你那铺子每个月的盈利不都是给你按时送来了的？东儿，你如今接管梁庄，那铺子上的每日盈利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那每月的盈利会一样吗？应该是有多有少，不一样的。我的绸缎庄送来的盈利这么多年，每月都是一个固定数，你觉得合理吗？夫人有所不知，这是我给铺子上掌柜定的规矩，
每月务必保证盈利多少，叫固定的收入回复，促使他们积极创收。至于每月盈亏，他们自己调整。父亲的这个办法是挺好，不过用久了可能会让掌柜的钻了空子，要么就懈怠了，要么就把多余的盈利私吞了。就让那2家掌柜的每月将账本的交来母亲过目，管理的事交给我们就好了，母亲不必亲自操劳。不必了，那2家铺子从明儿起我就全面接手，然后重新整顿一番。请少夫人过目，这是今日的菜谱，都是按照老爷夫人和少爷们的喜好安排的。这怎么又是羊肉汤呀？这天儿都暖和起来了，再天天喝羊肉汤已经不合适了。这汤是3少夫人之前让换的。是吗？那喝了这么些天，也该换一换了，是吧，新月？罗婆子，这菜谱似乎没有多大变化，是采买的偷懒了，还是掌勺的手艺需要进修了？回少夫人，这菜谱是之前夫人定的，1月1换，期间会根据情况调整1、2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不怪你们厨房的了。不过如今既然是我们来管了，那这菜谱就重新理一个吧。可是夫人那里如今既然是少夫人管家，那少夫人的安排自然有她的道理。罗婆子不敢应承下来，是就只会这些菜式吗？罗婆子是要等夫人发话才做吗？那不如我去把夫人给请回来，你当面问她，我们做不做得了这个主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少夫人想要换什么菜式，还请少夫人言明。这个不应该你去理好了给我看吗？若是什么都我想好了，还要你干嘛？大嫂，咱不如招个新厨子吧。是，我这就下去重新理菜谱。只有一个要求，7天菜品不重样，1个月菜式不重样。打了这出头鸟，后面的人就恭敬了许多。这个等夫人回来了，交给夫人过目吧。啊，你们说阿姑把那画稿收了，会不会是准备给她的铺子先用？8成是。啥时候才能让她带着我们一起去搞事业呀？我们现在这日子挺悠闲的，阿姑也不怎么让我们立规矩了，天天吃好喝好，一起打打麻将，偶尔出门逛一逛，比当社畜强了千百倍。心里不踏实。有钱又不用干活，简直人生巅峰了，咋就不踏实了？这些哪一样是我们自己的？我们现在拥有的都是沈家的，或者说都是那些男人的，他们要都收回了，我们什么都没了。你看阿姑在这府上为什么能那么强势？不光因为她生了儿子，她还有自己的嫁妆铺子，她是有底气的。我们目前除了3个男人，什么也没有。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开铺子。我们自己？可是我们哪有？我手里倒是有一些钱，不过是沈朝东的。我们也有，可是那点儿应该不够来开铺子吧？应该够。交代吧，你男人给了你多少钱？也没多少，是他的私房钱，放在我这儿的，几百两而已啦。如果我们真要开铺子，可以考虑借用一下，到时候还回去。就怕我们经营不好，若是赔了，我就……原本我是3人中最幸福的人，可穿越后，我怎么成了最苦逼的一个？你们一个有娘家给的铺子，一个有男人给的私房钱，就我啥也没有，太悲催了。哎呀，得了，你再眨巴，你那眼泪也出不来。我们的不就是你的，不必假哭求关怀。这样一看，这3个男人，沈老大最疼人，看着闷葫芦一个，竟不知还是个最有心的，简直豪门情种啊！你说错了，沈朝东属于那种大男子主义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一种责任，并非因为爱。若是换一个人娶，他一样会这样做。如果说他们3兄弟会有一个情种的话，我倒觉得沈老二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你看他屁颠颠的，一天天追着小雨讨好。好了，赶紧接着讨论正事儿。要不然还是入股分红吧，这样简单点儿。我们也没资金入股啊，看来还是得从阿姑身上入手。我有个想法，不如……关小雨面露担心。这样能行吗
思路就是这个思路，且走且看。反正沈夫人不是信命吗？我们的优势就是八字好，只要是有利于沈家，有利于他儿子的，他应该会答应。即便不行，那也没什么损失，我们依旧当我们的少夫人就行了。对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们也没什么损失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得打小一点，3人打2房牌来得太快了，不能打10文的底，还是打1文吧。你个抠门的，你兜里那么多钱，输这点就叫唤？就是，我都没说什么呢。关键是那钱也不是真正属于我的呀。让你们仨学着管家，你们倒好，直接园子里打牌，一天天的不思进取，没点上进心。阿姑，你小点声，吓死人了！死，一天天还口无遮拦的，说话一点儿没大家闺秀的样。阿姑，你刚说了3个死字，我才说1个，你比我更不像大家闺秀。你敢顶撞长辈，简直没有教养。那也是丢沈府的脸。我现在是沈家儿媳妇儿，沈家找了嬷嬷教习过的。哎呀，阿姑息怒，小心气坏身体。新月说话就那样，时常有口无心。您是长辈，大人大量。你别来当好人，你们仨都一样，一丘之貉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仨就是一伙儿的，也不知道安了什么心。我们安什么心？阿姑不应该问问自己吗？你看上我们3个普普通通的姑娘，你图的什么？阿姑在自己铺子里受了气，回来拿我们撒气，难道就是长辈应有的素养？胡说！我受什么气？拿你们仨什么气？阿姑把我的画稿拿去了，难道不是给你的铺子上去用吗？这么气呼呼的回来，莫不是那掌柜的不信你的话，不愿意做那衣服？刘婉元，请注意你的用词，有你这态度和长辈说话的？什么叫我拿了你的画稿？这不是你自己同意的吗？阿姑，有理不在声高，你激动什么？我又没说不让你用，我很高兴阿姑能瞧得上我画的衣服样式，我只是想帮着阿姑分忧而已。你们啥也不懂的，能帮什么忙，分什么忧？阿姑，我们既已经嫁为沈家妇，自然是沈家人了。我们不光是阿姑的儿媳，我们更要做阿姑的小棉袄。哼，还小棉袄，不气死我就对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底打的什么主意，这个家还轮不着你们仨指指点点的，都消停着，好好学着把家里管好。阿姑，那个画稿我重新画了1幅，什么时候给吴掌柜的送去啊？你这是想威胁我吗？阿姑，我们是想帮你分忧，一起管铺子而已。你就大我们一个吧，男人都是靠不住的，女人们得互帮互助。东哥见过母亲，母亲好。娘，月儿玩麻将呢，教教我。你们仨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，没事儿干了？娘子没得到回应。娘，你是训我娘子了？难道我做阿姑的不能训他们？沈老大不解地问。母亲，你为何要训他们？因为打麻将？不是的。娘，你今天不是去你的绸缎庄了吗？是不是那掌柜的不听吩咐惹你生气了？不是。是。原来如此，我说我月儿怎么今儿不开心呢？娘，你也真是的，让你不要去管那铺子，在家里享福就行，你非去吃那苦，自己不开心了，回来又拿我娘子出气。我什么时候拿他们出气了？一天天的就会挑唆男人。阿姑，我什么都没说呢。夫人，3位少爷既已回来了，咱们先去吃午膳吧。都大中午了，还不快去准备开饭？夫人，你就消消气吧。少爷在的时候，你就少说2句。你说的越多，少爷们越觉得是你怎么样了。你以前可是最沉得住气的。我以前做儿媳时，从不会高声一句，更不敢和阿姑顶嘴。这3个倒好，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，管会使些手段。当着我儿子的面就像个小绵羊似的，我儿子一不在就跟老虎似的嚣张。夫人呐，我时常劝你性子柔一些，该放手就放手。
不要事事都自己揽着，搞得那么累。你看那少夫人多会来事儿，小嘴儿一撇，啥都不说，那少爷们就替他们出头了。我可做不来他们的做派。以前我那阿姑也是哼哼唧唧的，说不出几句话，稍不如意就眼眶红了。沈长富和他爹就以为是我惹了我那柔弱不堪的阿姑。哎呀，如今娶了这3个儿媳，也是这番做派，看着就来气。沈朝北，我要回娘家。咋就突然要回娘家了？我家穷是穷一点，可我过得自由自在，在你们家事又多还受气，打个麻将还总输钱，一点都不好。哎呦，打麻将能输多少钱？走，回屋，相公给你补贴去，再给你10两够不够？10两？那就够打10回。我今天就输了1两了。那再给你20两。沈朝北，你把我当要饭的打发呢？一点一点的给，你就不能把你的小金库都交给我？你就不能学学你大哥？大哥，你又干了什么坑我们的事？你没钱？怎么可能？对呀，我每个月的月钱也就那些，若是用完了就去账房的支钱，可也是有限额的，吃多了我爹得揍我。那大哥他就是个抠门的，出去吃饭都不对，他都不主动招待人吃饭的，也没啥交际，可不就省钱了？哎，你们这说起来家大业大的，结果……娘子别叹气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攒钱，我保证让你有钱打麻将。娘子，我存有一点点，应该没有大哥的多，我回去就全部给你。不必，靠你还不如靠我自己。我娘不是给了我一个铺子吗？我原想着租出去收租金，现在想想不如学阿姑自己开个铺子。大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呀好呀。不行，阿姑为何不同意？我们也是想跟着阿姑学习自己打理的，可是朝东3兄弟又不让。我们也是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，挣一点零用。沈夫人反问道：沈家缺你们仨零用了？沈家也不缺阿姑钱花呀。这事儿就是夫人闹起的，好好的你去管什么铺子？这么多年了，天天坐家里收钱不挺好？天天在家收钱是挺好，可收到如今，铺子的掌柜都换人了，也不听我使唤了。我怕再过几年，这铺子都得改姓了沈了。夫人这是杀人诛心了啊！这么些年我替你照看铺子，没有功劳有苦劳吧？你的铺子一直盈利着吧？你如今想管就让你去管了，何必这样言语重伤？好歹我们还是一家人。阿翁和阿姑自然是一家人，阿姑铺子里的掌柜不好用，那就换一个就是了。要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，就用阿翁铺子上的就好了。我看上次来给我们做衣服的吴掌柜就挺好的。有你别以为你帮着说好话，我就会同意你开铺子了，没门儿。我知道，阿姑是担心我们没什么经验，不过没关系，若是阿姑愿意，我们可以跟着阿姑学。我画的稿子也可以先给阿姑用。画的什么稿子？衣服的？就是我自己瞎画的衣服样式。上次让吴掌柜的帮我们做了3件，百花宴的时候让若男和招娣穿了，那些小姐们都很喜欢。是吗？那稿子呢？给我看一看，什么样？画稿万元已经交给我了，本是打算用我的铺子试一下的，奈何那2个掌柜的不敢创新。我瞧着天香绸缎庄的吴掌柜头脑倒挺灵活的，老爷既说我们是一家人，那就借用吴掌柜一段时间，帮着我一起管那2家店铺。老爷意下如何？把吴掌柜借走了，天香绸缎庄怎么办？夫人不如把画稿就交给他，直接在天香绸缎庄先行推广不就好了？这事儿简单呢，把阿姑铺子上的那2个掌柜换到天香绸缎庄去就是了呗。东哥，你说我这个办法好吗？儿媳不懂就不要妄言，这掌柜的岂是说换就换的？反正都是管自己家铺子，有啥不能换的？阿翁是觉得那2个掌柜的不好，所以不愿意换。哎，怎么可能呢？这2个掌柜是阿翁找来的，肯定是好的。若真是不好，阿翁肯定早就换了，是吧？阿翁、阿姑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对，老爷找的掌柜都是好的，只是那2个掌柜我用不习惯，就让给老爷了。我就看上那吴掌柜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把这掌柜互换来用，应该不是问题，是吧，老爷？这事儿最终就这样定下来了。以后我的2个铺子都由你来管理，只要你把他们都做得和天香绸缎庄一样好，你拿2个掌柜的薪水。阿姑，
你让我改的画稿我带来了，我今日又心血来潮，画了一个新的衣服样式，你看看可否能哟？阿姑，都给你。你这孩子看不出来，还有些这方面的天赋，以后没事儿就琢磨琢磨，有了新样式就交给吴掌柜帮你试做。这个是自然，吴掌柜的眼光很好，他要能看得起的定然是不错了。你要我帮你们仨开铺子，你是真敢想的。你知道新开一个铺子要花多少钱，有多少准备工作做吗？我自然是不懂的，所以才央求阿姑帮忙啊。我们让朝东三兄弟帮忙管，阿姑又不答应，那就只好麻烦阿姑教我们带我们了。我凭什么帮你们开铺子？就你那画稿能值那么多钱？我也不知道我那画稿能值多少钱，那得取决于最后它销量好不好啊。阿姑要是觉得不值，那我们就各退一步。小雨的铺子反正在城西，离阿姑的铺子也不远，不如就把铺子租给阿姑好了。阿姑自己开铺子，每月给我们交租金，租金比别人的贵30%就行。真是笑话！刘婉云，你当我是傻的？我租你铺子还得比人高30%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阿姑要是觉得亏了，那就算了，让吴掌柜把我的稿子还回来。我去问阿翁要不要，我看他挺感兴趣的，说不定他给的会更高一些呢。每个月都给我分红。回来，这样吧，若是这个衣服真的销量好了，我每月给你们50两。阿姑，这个所谓的销量好不好界定，不如以营收来算，给我们盈利的30%。刘婉云，你得寸进尺了哈，还30%，成本人力什么的都是我出的，你就出个稿子就想30%，想多了。阿姑，您就不懂了，我这是技术，核心技术，我脑子可灵活着呢，后面还会持续更新呢。那就2%、1%，行，成交。瞧你这文文弱弱的样子，心思竟这么灵巧，这么会打算的。当初你们四处打探我们沈家，是不是就谋划着怎样嫁进来过好日子？怎么是我们谋划呢？不是阿姑早就找人看了我们八字，觉得我们生得好吗？哼，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看中你们了，那为何还假扮姑子在姻缘寺里帮我解签，还造谣说沈家公子身体有疾？阿姑，你这话可是冤枉我们了。阿姑可能有所不知，元宵节时我们仨在玉带桥落水了，当时刚好是被朝东三兄弟所救，我们打探沈家无非是想以身相许罢了。至于你说的造谣之事，定是有所误会，我们怎么会对自己的救命恩人造谣呢？元宵节落水是一人救了一个，还就是他们仨妯娌，这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缘分啊。是啊，所以即便我知道阿姑是因为八字的原因才让朝东娶了我，但我依然很开心很感恩，我是真心想和朝东好好过，替阿姑分忧的，替沈家生儿育女。希望你说的是真的。母亲，他说的就是真的，那天我们救的就是他们3人。东哥，你既然确认了，那就是吧，我要休息了，你们赶紧走吧。东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。东哥，你真好。东哥，我今天擅自帮阿姑说话，你会不会觉得我瞎掺和？不会，你做得很好。啊，东哥，你不是说下午不出门了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我终于有自己的房产了，还是自己男人送的。突然觉得自己以前真是有病，居然看不起那些励志嫁有钱人呢，何止都是因为自己捞不着，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他把2件铺面里里外外的看了一遍，满脸的兴奋。娘子，怎么了？东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我是你相公，自然对你好，我既然答应给你买铺子的。昨天我看你和2弟妹3弟妹商量开铺子，其实你不必担心赢钱的事，我不会让你没钱用的，你就在家好好打理府上的事就好了。东哥，你是不是觉得女子不应该抛头露面出门挣钱，只能天天待在家里？挣钱是男人的事，女人在家相夫教子就好。东哥，你根本就不是喜欢我，你是把我当宠物养，想把我天天关在家里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我……东哥，你给我买铺面，
我不出门怎么管理他？你不用管，我替你管着，是租出去也好，是自己开铺子也好，都由我帮你弄，你直接收钱就好了。东哥，你真好，什么事儿都不用我操心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，以后出门不得被人骗了。而且我不喜欢在家操持家事，我想自己开铺子，我也可以做事的。你看，我还给阿姑的绸缎庄换了衣服钥匙。女子也是人，有权出门。你是担心什么呢？不想我与别的男子打交道，还是怕我变得能干了，自己能赚钱，不依靠你了？我不是不让你出门，你可以出门，可以约了朋友聚会，可以逛街。我天天在家，哪里来的朋友？可是我和他们不一样，不想被关在家里。园子里，关小雨正在指挥沈老二。翻面，赶紧翻面，要糊了。刷油，再刷点油。辣椒粉呢？撒辣椒粉。少撒点儿。大嫂，你快尝一下，我家沈老二的手艺可好了。大嫂，这自己烤肉就是香，你先吃，我再给你烤。我大哥呢？真不错，好吃。你大哥回屋了，应该一会儿就来。看你情绪不高，咋的了？你和大哥不是出门了吗？干什么去了你们？没什么，就觉得沈老大挺大男子主义的，天天迎合他有点累了。你不是挺喜欢巴总的吗？咋的？这么快就腻了？吵架了？没吵。那因为什么？刘婉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不远处就传来别人的声音。他们在园里弄得烟熏火燎的，加上烤的肉香随风飘了老远去，住得离园子最近的孙姨娘和招娣就闻香而来了。我就说哪里传来一阵烤肉的香味儿，原来是少爷少夫人在烤肉，我们也沾点光。可老远孙姨娘就开始叨叨了，等到走近一看，是二少爷在烤肉，两位少夫人坐着聊天，那声音一下就尖锐了。哎呀呀，怎么是二少爷在烤肉？这怎么使得？两位少夫人，你们也真坐得住。说着他就戳了招娣一下，你赶紧去替了你二哥去。招娣默默地上前去帮沈老二，有人帮忙他也不拒绝，便让招娣给他打下手。孙姨娘则往两位少夫人的旁边坐去，屁股还没挨着凳子呢，关小雨就叫住了他。孙姨娘，那边还有凳子，你去那边坐，这位置是给三少夫人留的。哼，三少夫人不是没来吗？孙姨娘嘀咕一句，坐了下去。关小雨就瞪着他，面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他素来不爱笑，这冷冷的一瞪便有些瘆人。孙姨娘缩了缩脖子，又起身坐去了旁边。久了别的人在聊天就不太合适了，刘婉云便唤来巧儿，让她去找若楠小姐来，准备几个人一起打麻将。望着巧儿离去的方向，关小雨别有深意的道：你猜是若楠先来还是阿姑先来？刘婉云就笑了，你猜他看见沈老二在烤肉，我俩闲着，他会怎样？两人同时看了一眼旁边的孙姨娘，然后起身往静心斋走去。沈老二看他俩离开，便问：你们干嘛去啊？马上就好了。关小雨边走边回：你们先吃，我和大嫂去静心斋找人把里面收拾一番，等会儿到里面去打麻将。两人突然起身走了。招娣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，当他拿着肉串和自己小娘在桌子前吃着，转头看着二哥还在那自己一个人烤肉时，才反应过来不对劲儿。他立马站起身来，到沈老二身旁协助，并招呼他小娘一起去帮忙。但孙姨娘正吃得津津有味儿，哪里听他的？你要还想吃，你去弄就好了，我吃了这2串就够了。话刚说完，沈夫人就出现了。没想到你这庶母比我这母亲还会享福呢，竟让我儿子给你烤肉吃，真是好大的胆子。立起身来解释道：夫人，不是这样的，二少爷是给少夫人烤的，我只是沾光。一旁的招娣看向静心斋，心里腹诽道：这嫂嫂们真是坑人，都怪自己大意了。他碰了碰沈老二，求救地看着他：二哥，这些是你给母亲准备的吧？娘，这才是我烤的，我正准备让人给你送来呢。姨娘吃的是招娣给她烤的。我们这样是不是有些坏心眼儿了？你这良心来的是不是晚了些？要不我们出去扭转一下？你先放那边，我等会儿吃。娘，这得趁热吃，不然冷掉了就不好吃了。娘，快来，刚烤好的，还热乎着。你不是给我烤的吗？娘，你不是等会儿再吃吗？这个先给小雨，我马上再给你烤。相公，你烤的你先吃。阿姑，
你吃吗？咱一人一串。不吃。大嫂，还是让朝南烤吧，他烤的好吃。我们和阿姑打麻将去。哼，没见着哪家女人竟让丈夫侍候的，你们真是反了天了。家里没丫鬟使还是咋的？阿姑，我是让朝南给您烤，您是他的母亲，他该孝敬您的。东哥，你是大哥，你得做表率，不能输了给二弟。你也去给母亲烤肉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小心不体现在这上面，有这个心就好，这些琐事让下人去就好。东哥，二弟都给小雨烤肉了，我也想吃你烤的。你刚不是劝了人家吗？怎么又东哥东哥的叫上了？动嘴比动手省事儿。阿姑，你就让他们兄弟俩尽一尽孝心吧，让他们烤肉给你吃一次。我们去静心斋里打麻将去，你还不知道这种牌怎么打吧？我们教你。这三女人也不知使的啥手段，将他3个儿子管得服服帖帖的。我记得之前不都是用木条串成大块的，烤好了分割到盘子里吗？今日早用的竹签做得这般精细，小雨说这样小块一些好入味儿，更好吃。这么一点点的烤也太费事儿了，烤半天都赶不上吃。阿姑，家里的事儿都是小事儿，咱女人的眼界想要开阔就得出去。当初你要不是为了朝东3兄弟为着府里的事儿，那绸缎庄若还是你自己管理着，如今说不定也新开了2、3家新铺子了。咱女人并不是生来就为男人服务，就该围着男人转的，咱们也不必盯着家里的1亩3分地，外面的世界大着呢。刘婉云让四喜端来了坐胎药，喝完了没过多久却开始肚子疼了起来。你先别去，我感觉是我月事要来了，你去帮我煮点红糖水。小姐，你之前月事来时都不肚子疼的，就是人犯懒一些。不会是小姐有了，然后你和姑爷昨晚那啥太用力，伤了胎气，要小产了。你个小姑娘家家的，从哪儿知道的这些？什么胎气小产的？听厨房的婆子们聊天时候说的。他们还告诉我，若是小姐怀孕了，该注意些什么。知道你最好了，但是小姐我真没怀孕。你去帮我熬红糖水，然后准备月事带，还有让3少夫人来找我一趟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肚子疼了？大姨妈来了？按着日期来算，8成是。那你大姨妈要来了，估计我们俩也快了。看你肚子疼，我怎么感觉自己也肚子隐隐的不舒服？会不会是我们吃那药的原因，会引起经期不适？这个好像是的，那个方子里有麝香、藏红花这种寒凉的药材，喝多了会宫寒，女子就不易有孕。我以为你们知道，那还喝吗？喝酒了会不会直接就不孕了？这个不好说，但是是药3分毒，喝的时间太长，肯定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。喝上半年1年的，有可能直接就成为不易受孕的体质。那咋办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那就安全期体外，可是这些都不能完全保证。最好的还是小雨衣，但现在应该还没有吧。我之前看过一个科普，古代好像有用羊肠鱼鳔这些做类似小雨衣的东西，不知道这个时代有没有，估计有也很少有人用。羊肠鱼鳔这东西光是想想就觉得受不了。你这科普知识学得有点渊博呢。啊，我现在是病号呢，这时候还欺负我。3人笑闹了一阵，等到刘婉云舒服了一些，沈夫人才来人传话，让招娣去前厅等送走谢夫人。真是越发没规矩了，有长辈在，哪有你们说话做主的份儿？还当着外人的面。阿姑冤枉我哪有做主？我不是都问你们了，你也没反对啊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那谢夫人来就是想让她的儿子相看招娣，打算沈谢2家结亲的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就是阿姑的嘴替，帮阿姑说话呢。阿姑不好说不愿意，我就帮阿姑说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不愿意了？这2只眼睛都看到了。你放肆！不能发火，不能发火，一发火对儿子不好。阿姑，那你是有打算结亲的意思了？可是你都不问问招娣愿意不愿意吗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做儿女的听从父母安排就好。难道我还会害了他不成？谢家家世在哪儿？谢家公子也一表人才，这门亲事儿，多少人想结还结不上呢。阿姑，如果你当初嫁给阿翁前
知道他喜新厌旧，会纳2个妾，你会什么也不考虑就直接嫁到沈家吗？纳妾不是很正常吗？怎么就正常了？我听朝东说老太爷就没有纳妾。没规矩。阿姑，这儿又没有外人，就我们几个，随便聊聊天。这老太爷都不娶妾，当年你为何给阿翁纳妾？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？刘婉云，你越来越放肆了。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直接拿火勾戳他心窝子。阿姑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我是真的不理解。我听说当年你和阿翁也是两情相悦来着，所以才好奇，你是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，所以……沈夫人如今才38岁，你们，哎呀，真的，赶紧走，我不劝你们了，行了吧？阿姑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这个我在家听我娘说过，女子生产时会发生的情况，其实这个没什么，后面好生调养可以修复的。年纪轻轻的，说话也没个忌讳，什么都说得出口。阿姑，我们这是私底下聊，如果大家都不好意思说，怎么沟通，怎么知道问题？你就是思想太保守，有些问题不说出来，那怎么解决？不要讳病忌医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没啥意义了。你和阿翁这些年都没有行过房事了？这也是你们能打听的，偶尔还是会有，但是我总是觉得不自在。这个我娘研制了一套动作，专门针对产后身体恢复的。我都生产这么多年了，还能有用吗？效果可能没之前好，但是经常练习的话，还是会有所好转。不管如何，就当是锻炼身体、增强体质，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。哎呀，招娣，我和你说啊，明天你可别给我这个样子，你得多笑，你笑起来好看，多表现自己，大方主动一些。那谢家夫人既然有那意思，只要你引得谢公子对你感兴趣，那谢少夫人的位置就是你的啦。可别学那赵姨娘和若男的做派，唯唯诺诺、扭扭捏捏的。当年我若是像他们那样，可怎么进得了沈府？也不知道你那大嫂是什么意思，明明人家就只邀请你，非得把若男也叫上，还发帖子给什么周家小姐、郑家小姐。这不是平白给你增加竞争对手吗？小娘，周家和郑家小姐出门，他们的哥哥也会跟着护送的。哎呦，我就说这大少夫人脑子就是好使，那周家公子和郑家公子也去，你更得好好表现，别被那若男给比下去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他们那两家是也不错，不过谢家老爷可是普宁城的典史，虽没有那两家有钱，可嫁入他们家那可是官夫人，你还是花些心思在谢公子身上。小娘，我对那谢公子不感兴趣。不感兴趣？那么好的家世，人也不差，你有啥不满意的？小娘，我长这么大，你可曾关心过我真正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这些年我尽我所能的在你爹面前邀宠，把能争取到的都给你要来了，若男有的你都有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那是为我争的吗？你那是为自己争那口气，不想被赵姨娘比下去。你觉得自己比她更有魅力，更能讨我爹的欢心。但凡夫人给了她什么，你就会找爹要同样的。嗨，好，没想到我养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。我要是不争，我能进这沈府，我们娘俩能有这好日子，能有这般好的姻缘找上来。你如今倒还矫情上了，挑剔这挑剔那的，还嫌我没关心你想要啥？你想要啥呀？你想要飞呀？对，我就要飞，我一点儿不想在这府里，我要出家去当姑子，你满意了吧？你每次去争这些的时候，从来不仔细掂量掂量自己，每每闹出笑话。你以为我跟在你身后我很开心吗？若男的娘想让她嫁去家风好的家里做正妻，过夫妻和睦的日子，你呢？你就一心想我嫁给有钱的或者有权的家里，给你争面子，也不管是嫁去做妾还是什么，你考虑过我吗？你想过我以后的日子吗？就连我的名字都在彰显你的私心。招娣，你是多想生个儿子？做妾怎么了？在大户人家做妾，有好吃的好穿的，还有下人伺候，总比在那穷苦人家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强。你没过过苦日子，你懂什么？
你那名字是我取的，你爹美名其曰让我取名，无非是见生了个女儿，连名字都不愿取，那我自然想之后再生个儿子。一个名字不就是一个称呼，这都值得你记恨。你要觉得这名字不好，你自己找你爹改一个去。这些衣服给你买的，你明天爱穿不穿，只要谢家有意，这婚事儿也由不得你。等你长大些见得多了，你就知道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娘一走，那眼泪却止不住的往外流。说，沈老大带你干嘛去了？不会又给你买铺子了吧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？突然觉得沈老三那些甜言蜜语都不香了，我也想要这种道歉方式。果然，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，让她做贵妾也是抬举她了，一个小妾生的庶女。若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都不会来这一趟。都是你那侄子看上了你家这庶女，非说一定要娶她。我都和你哥哥给她定好了谢家小姐了，你知道的，我们商户人家钱什么的都有，缺的就是人脉地位。那谢典史家正好也有这意思，大家各取所需。阿姑，听说舅母来了，我们来问候一下。大老远的就大呼小叫起来，成何体统？为了光明正大坐在这里听八卦，舅母教训的是，我们这是想着舅母来了，一时高兴忘了形，还请舅母多多包涵。既是来了，就坐下，好生听着我和你们阿姑说话，可别再随意接话了。是，容嬷嬷说过，周家规矩最是严厉了，今日一定好好向舅母学习。我说妹妹啊，你这当初是怎么想的？就算有那什么谣言，也不该这么急着找普通人家的。你看看你这3个儿媳。唉，话题很快又回到了若男身上。此事妹妹若是觉得可行，我回去就派人送聘礼过来，先把人定下，免得你那侄子闹着不愿娶妻。嫂子，这事儿我得和若男的父亲商量一下。哎呀，这沈府内宅之事一向不都是你做主的吗？你给他们沈家生了3个儿子，这儿子的婚事你都能拿主意，这庶女的事儿就是小事儿，你直接答应了就得了。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所以对舅母的话有些疑惑而已，到底要不要事事与夫君商量，遵从夫君的意思啊？规矩是这个规矩，但是要学会变通嘛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阿姑，你还是等阿翁回来问一下的好。前几天谢夫人上门来，也是有意求娶咱家妹妹去做正妻，我看阿翁当时挺满意的。嫂子，你看这……行吧行吧，那我就等你消息。不过你得想着你侄子，可不能让他伤了心。而且这若是成了，以后也是亲上加亲的事儿。我都不惜地说你，当初你把那2个铺子交给沈长富打理，生生的让他开了另外3个铺子起来，抢了我们多少生意。真是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，也不替娘家想想。如今好不容易把铺子拿回来，有了新的起色，还给分成给3个儿媳，也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。舅母这话有矛盾，既是嫁出去的女儿，出嫁就从夫了，那我阿姑的铺子不给丈夫打理，难道给娘家？再者说了，阿姑拿回铺子重新经营的好，那是阿姑有本事；给儿媳分红，那是我们给绸缎庄出了一份力，难道不该得一份报酬？若像舅母说的，把所有好处都往娘家搬才对。那请问舅母这些年将周家的好处拿了多少回娘家？阿姑，你可得回去告诉舅舅一声。你这小妮子，有你什么事儿？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？周夫人此言差矣，我们仨既已嫁为沈家妇，就由不得别人来欺负沈家人。我阿姑的嫁妆铺子，想给谁打理便给谁，那是她自己的事儿，轮不到你来智慧。你们敢这样对我说话？嫂子，你消消气。我这3个儿媳，普通人家出来的，最是不懂礼数，说话没个高矮的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他们一回。看来那杜夫人说的不假，你这3个儿媳没点教养，你这阿姑啊，做的也不过如此。罢了罢了，这是你的家事儿，也不该由我来说。我来呢，是想让你把新出的那个衣服样式送一件给你侄女儿。听说开业那天，你都各送了一件给郑夫人和杜夫人。还有就是那个款式的画稿，给我拿回去用一用。自然是该送一件给我大侄女儿，我马上就让吴掌柜的安排。只是
这画稿是我大儿媳画的，这事儿我做不得主。舅母啊，这画稿我阿姑可是答应给我1成分红，我才给她用的。如今她已经先用了，舅母再用已没什么优势了，我就少收一点，给我100两银子就好了。10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如今这衣服都已经在售卖了，随便买一件回去，一拆就知道怎么做的了。哦，就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。反正那稿子都没多少用了，不愿意就直说，扯这么多。因为话不投机，周夫人也就做不下去了。若楠那里，你们去跟他说吧。我那嫂子不可能让他去做正事的，而若是让他做妾，恐怕赵姨娘也不愿意。这事儿就交给你们去办了，务必办妥善了。阿姑如今使唤我们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呢。不是你说的，女人要互帮互助？是。我们和阿姑竟然相处得这么和谐了吗？傻孩子，不过是没有利益冲突且敌人一致罢了。那我们还替她跑腿吗？这也不算替她跑，我们也是这家里的一份子，她也不过是锻炼我们罢了。云儿，你说阿姑知道若楠的事儿吗？应该多少知道一些吧。这府里的丫鬟婆子很多都是她的眼线，府里发生的事儿，只要她有心了解，应该很快就能查清楚的。她真沉得住气？那能怎么办？这事儿就只能装着若无其事，才能避免将此等家丑传扬出去了。你们说若楠以后怎么办？还能说一个很好的婚事吗？老天自有安排，或许只是他的正缘未到而已。等他过几天回来，阿姑应该会另外给他张罗婚事吧。好在江南茶肆只是修缮和重新布置，不必一点点的新装，1个月的时间已焕然一新。这天是江南茶肆开张的日子，在门口张贴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告示：男士止步，只接待女客。大哥，你怎么能啥都同意大嫂干呢？开个茶楼竟然不让男子去，他们一些女人聚在一起都干些什么呢？估计是打牌然后吐槽之类的，还能干嘛？你家新月不是让你做了好几副麻将吗？还有一些什么扑克牌的，就是挺担心他们安全。你多虑了，你二嫂专门招了10几个身强体壮的女子，提前去云鹤武馆找他爹训练了1个月。虽说和孔武有力的男子比起来还是会差一些，但是对付一般的普通人绰绰有余了。据说每天还会有固定的时间在训练，而且官捕快说了，他会重点加强江南茶肆附近的巡逻。你们咋就这么坐得住呢？不想去看看？说不定就没人去光临。这陆小姐好像一下很积极的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，还帮我们招呼那些小姐。你那衣服没白送。这静心斋一点进不了心，难怪他们成天想出去。这一直待在家里不出去确实难受。可是父亲对他们开铺子这事儿很不满，那是因为大嫂的画稿这次又是娘先用了再给到他的，他因此不满。你们是一点不急，父亲让去接若楠回来，你们答应的挺快，也不行动。娘子半天不回来，你们还能躺得住？我不管了，我现在直接去江南茶肆看一看。人呢？等下，你听，里面好像有声音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你去挣钱，我来花。你身上有他的小水味，一闻就没我的贵。10个男人7个傻，8个呆9个坏，还有1个是个该。我听见说什么男人？有人来了。没事儿，我们去看看。开门，来人开门。月儿，是你们在里面吗？沈朝北，哎，你干嘛？这里不准男子进入的。就你们仨？什么意思？三弟的意思都打烊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回家？对，这不一直等着你们来接我们吗？东哥，走吧，咱们回家。月儿，跟你说，都怪他俩不着急出门。你们刚才在里面唱歌吗？之前都没听你唱过。你想听？你月事完了吗？轻轻地嗯了一声。那晚上唱歌给我听。啊，这男人真的是面无表情地说些让人浮想联翩的话。不是让你们去接若楠回来吗？怎么没人去？我们商量好了，由三弟去的。父亲请问他。朝北，那你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听说赵姨娘的娘家那地方凉快，你也不用急着回来，住上2天避避暑也可以的。新月也跟着北儿一起去吧。阿姑，大嫂二嫂都不去，凭什么让我和朝北去？要去大家都去，要不我们全家一起去？娘，你不能凶我月儿，她说的没毛病。你让大哥大嫂去，要不二哥二嫂去。我们没空去，事情多着呢。三弟一个大男人自己去就行了，新月也留下来帮忙。对，
你大嫂忙着呢，这管家权我打算从明天起全部交给你大嫂了。你二嫂呢，也得帮衬着她。阿姑，你现在身体康健，我又能力有限，你就多管管，等过2年再交给我呗。你要是不想管也可以，那赶紧生个孩子，有了身孕，到孩子1岁前，我都替你先管着。阿姑，我们那茶楼刚开业，最近要去盯着点儿，你再多管一管。你们那茶楼啊，可能不会有多好的生意，让小雨每天去看一眼就行了。教坊那边也有吴娘子盯着，你最近就踏踏实实的在家，把府里的事儿都好好的接管起来。管家是早晚的事儿，婉云，你就听母亲的安排吧。你们怎么能看不起我们的茶楼？你干嘛主动要求去？让男人自己去就好了。去那么远，要分开2、3天的，我们可舍不得你走。那阿姑肯定是舍不得她儿子独自去，路上没人照顾的。我去比你俩多好，要是有什么情况，我能自保，绝对比沈老二跑得快。你们俩就算了，待在家里安全些。你戳到我心巴了，被保护的感觉真好。哎，要不咱们仨一块儿去得了，我待会儿就给沈老大说去。不必了，天这么热的，何必3人都折腾？再说了，你们在家看铺子更好，我又没你们那么能说会道。第2天，你先和我说说，今天江南茶肆什么情况？人来的多吗？就那样吧，还行。不会生意很惨淡吧？哎呀，你说那阿姑是不是乌鸦嘴？昨晚吃饭时非说我们茶楼生意不会多好。没事儿，这只招待女客的茶楼，本来也就是普宁城的第1家，很多人还不知道，慢慢就好了。不行，我们就宣传宣传，做个开业优惠什么的。昨天来的那些小姐们，不是说今日还会再来吗？只要每天都有人来，那就会1传10，10传100，渐渐就人尽皆知了。他们说的都是客气话，没有一个再来的。都快到中午了，都还没人进来。我守在门口的见着路过的女子，拉了2个进去，免费请他们喝了1杯冷饮，让他们帮忙宣传一下。他们嘴上是答应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。反正到下午也没人再进来。我又拉了2个路过的，人家死活不进。你是沈家少夫人，这种事儿以后还是不要再干了。说是被阿姑知道了，肯定要说你。下次让铺子里的伙计去。